昔日人人视我如灾星，兄憎我，家族以我为耻。如今，相父慢些，如今朝堂还得多多依赖相父。如今分宗自立门户，踏朝堂，拜首府，权极九州，还请尔等称我魏公。我魏逆生，穿越成了大周权贵之家，魏家的第二子，落地逆行，克母克亲。我的出生即是罪，于是被赐名逆生。是魏博回来了吗？哼，这么冷的天，你主子没炭火，不会被活活冻死吧？这个魏安原本是魏老爷的书童，身份尊贵，可惜为了那个孽子得罪了家主，想要一点碎炭都会被百般羞辱。家主就想活活饿死那个孽种，这老奴才非要闹得满京皆知，家主在乎名声，这才放了那孽种一命。住手！二少爷，我受点委屈没什么的，你是老爷的希望，不要冲动。切，无聊。还没有死呢，孽子！别挡我的路！大少爷，二少爷毕竟是你的亲弟弟，如今何必说话如此难听呢？出生就害死了母亲和祖父，我才没有这样孽障的弟弟。父亲找我们去祠堂，孽障还不赶紧跟上？你收好，还是像以前一样。这是我们的立命之本。孽子，还不过来跪好！你兄长即将拜入国子监秦公门下做弟子，这可是光耀门楣的大好事。国子监司业从4品，相当于前世的大学副校长。孩儿自当勤勉，不负秦公青睐。好，五子当兴家。你这孽子，看看被你克死的祖父和亲娘，好好想想，你凭什么活着？忤逆可是大罪，我看你要忍到什么时？是，父亲。官人，下雪天地上多凉啊，孩子跪祠堂哪里受得了？父亲和姐姐看着多心疼啊！这女人是冲我来的。心疼！这个孽子还有脸提父亲和卢娘？祖父以为你是个死胎，气得中风去世。你的母亲更是因为你难产，你有什么脸让他们心疼？官人息怒，逆生啊，你也别怪你父亲，你的所作所为，换作是谁心里都难以释怀。崔氏巴不得这个孽障出点事，以后少分一点他孩子的家产。你要懂得知足，家中从未短你吃穿用度，将来你兄长发达，你方能沾光立身。你就不要再写那些刻薄寡恩的酸诗了。克扣我的用度，还拿死人压我。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死人铺路。我要好好教教这个孽种规矩。这个孽种是让我发现你觊觎兄长的位置，我杀了你！父亲，儿子有一事不明，想请教父亲。孽子，你又有何事？父亲让儿子跪，儿子不敢不从。只是为何母亲的牌位缩在角落，供奉却连寻常仆妇都不如？
儿子当年随兄长启蒙时，也记得《诗经》有云：“遗儿子孙，绳绳兮。”母亲诞下双子，亦是应了古训的祥瑞。魏逆生，你个克母克亲的孽子，有什么？父亲，逆生知罪，自当为魏家耻。可母亲为父亲诞育双丁，死于产柱。宗老说他是功臣，朝廷给他哀荣，族谱给他立传，当入此享祭，配享哀荣。可如今啊，母亲本应该在前的牌位缩在角落，贡品连寻常仆妇的祭奠都不如。所以，儿子想问，这规矩何在？完了，娘亲一直都是父亲胸口的一根刺，如今旧事重提，恐怕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崔氏，官人，卢娘是我的发妻，是守正和逆生的生母，是朝廷金表的杰妇。你怎么敢如此苛刻？老爷，我只是一时疏忽。疏忽？哼，我看你是分不清主次了。卢娘的陪嫁庄子是谁在管？卢娘留下的首饰，如今戴在谁身上？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老爷正在气头上，我对守正一向客客气气，他开口，老爷一定不会生气了。看我干嘛？我再厌恶为你生，也不能当众说我母亲不配受供奉，传出去，我名声还要不要了？用规矩打规矩，用理智打理智。我维护魏家的脸面，维护母亲，哪怕父亲想偏袒，也找不到由头。还不滚回去！明日把卢娘的供奉补齐，再写一篇告罪文，烧在她灵前。明天起，接下来1个月，你过午便在卢娘牌位前跪足3小时赎罪。是。今天的事不许外传。你这个孽子还算有点孝心，跪够了就回去吧。守正，天冷了，我再让管事给你多做几件过冬的衣裳，多送些炭火。谢父亲。从二少爷4岁开始，家里有好事，二少爷都会被罚跪，跪到半夜，膝盖紫了、僵了，都没有人过问一句。是啊，还是您把我背回去，用热毛巾敷了半宿，这才保住了我的腿。放心吧，他们是要我跪给活人看。二少爷，我不冷，祠堂跪久了，其实就像另一个家。祖父当年也不容易吧？老爷以前家里穷，硬是靠着族中凑的几吊钱，一路考到这个位置，太难了。而你大伯魏明远，14岁中举，17岁被称为金魁，未来不可限量。可惜17岁大病，人就没了。长子去世，次子有2个儿子，可以过继二少爷给大房。老爷那天真的很开心，可是父亲看我如仇寇，嫡兄视我如晦气，继母把我当成祸害，活人厌恶我，死人却在给我铺路。祖父，孙儿这条命是您给的，往后孙儿不给您丢人。14岁举人，17岁金魁，我一定再争一争这科举的路。夫人，二少爷到了。逆生啊，当日在祠堂都是母亲的错，逆生不如搬来正院。明年你弟弟要启蒙，你跟着夫子听，说不定也能考个功名。我半个月前才让他颜面扫地，怎么可能这么好心？你也别急着拒绝，我娘家有个庶出兄弟，我让他带你好好逛逛京都，如何？我明白了，
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慢慢养肺，让他们杨家兄弟带我沾上些吃喝嫖赌，然后以魏家喜清贵的家风，轻则逐出家门，重则直接打死。但出门却又是我所需要的条件。怎么，你不同意吗？多谢母亲厚爱，只是儿子资质愚钝，怕耽误了弟弟蒙学。儿子没出过门，这京都真的那么热闹吗？何止是热闹啊，保管让你大开眼界。你父亲那边，我去说，上钩了。既然如此，儿子便多谢母亲了。你我母子说这些干什么？你先回去，等明日我弟弟来了，就让他去你院中找你。谢过母亲。守城啊，开不开心？你二哥很快就废了。孽障，正月也是你能来的，想搬过来蹭我的先生？见过兄长。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读书？5日后的拜师宴，你最好别出来碍眼，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看来我也得好好找一位良师了。工部余衡司主事，那可是肥区，老爷想如何争这位置呢？我打算去冯家说一说。冯家，当年公公掌户部，冯公掌吏部，号称冯半朝，魏一角。不过冯首府不是已经致仕了吗？正常致仕的官员，可有谁还能留在京都呢？这说明胜券未衰，说明他说的话依然有人听，甚至可能会被起复。如此人物，那他如今还会帮我们吗？怎么不会？守正拜入秦宫门下，前程更是不可限量。逢年过节，我还是不少钻研的。是妾身想差了。那官人明日就去冯府。不，等拜师宴上，秦公亲自上门，冯家肯定会听到消息，我再写拜帖登门，岂不是更有底气？官人想得周到，切记别闹出大事。我家官人是个好名声的，点到即止。放心吧，这京都赌房弟弟我都熟透了，我带他去耍2把，保准他下一次会再求着我带他去。二少爷呢，京都可热闹了，咱俩玩，没必要带下人了嘛。魏博也是我的家人，不带他，那我也不去了。二少爷，别，咱们去，可不能让这孽子跑了，到时候再看怎么甩掉这个老东西。大人，慢点吃，小心噎着。老畜生，见到我都不知道行礼吗？下回还想钻裤裆？你再说一遍。王荣是大少爷奶娘的亲儿子，有大少爷撑腰，教宗惯了。二公子，这大冷天的带着这么个老畜生往外跑什么？这又想跪祠堂了吗？滚！你还敢让我滚？二少爷是不是就喜欢跪祠堂啊？克母克祖，一身晦气，活着干嘛呢？还不如趁早死了算了。随便欺负我都可以，但你不能这么说二少爷。这是姐姐口中任人欺负的灾星，让你滚，你耳朵聋吗？小杂种，你敢打我！王蓉，你个家生奴，你说什么？信不信我杀了你？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是魏家嫡脉，你不过是签了死契的家生奴，你母亲也仅仅是奶了我兄长几口，往日克扣我点东西我不做计较，可你有什么资格当面辱我？是啊，魏逆生再不济也是魏家嫡出二公子，王蓉再横也只是签了死契的家生奴，从法理上讲，被打死都不受任何惩罚的。你等着，大公子不会放过你的。二少爷他跟老爷年轻时候真像，不，他比老爷还狠。小外甥，救救我啊！带你去当大人怎么样？当大人的地方可不能让老家伙跟着去。哎，你们干什么？二公子，我可是你母亲的庶出兄弟，你名义上的小舅舅啊！我父亲是工部主事，
正六品的朝廷命官，你一个崔家不受待见的庶子，待我污了他的名声，你觉得会怎样？小外甥，不，二公子，你会跟姐夫告发我？要是闹到父亲那儿，我最多是跪祠堂。可你觉得我那个继母会保下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撇清关系？阿姐，他肯定会跟我撇清关系，那样我可就真完了。这就对了，我父亲若将你腿打断，你们整个崔家绝对一声不可，你信也不信？二公子有话好说，把我母亲给你的银子，还有你自己身上的钱，都拿来。二公子，不行，那是崔福说要带我去当大人，魏博你听见了吧？听见了。这要是在那种地方传几遍老爷的名字，恐怕我给阿姐害我呀！这就是个心思深沉的小祖宗啊！放心，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着魏安，回去守口如瓶，就说一切照旧。是，一切照旧。难得出来，我要好好看看这大周的天下。老爷，谢天谢地，你的嫡孙也是个读书种子。没有李煜的词，更没有北宋，所以这个大周是历史的一个分叉。华夏经历5代十国的变局，取而代之的是大周，这个经济文风类宋、疆域官制类明的架空朝代。从这儿断代，唐朝后的诗词就没有出现过。看什么呀？哪来的小笼包？你怎么骂人？你家才小肉包子，你全家都小肉包子。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看你好看，我原谅你了。大周史，看这个干什么？多无聊啊，还不如看诗集呢。这小肉包子倒是挺有意思。对了，你是哪家的小郎君？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魏家，魏逆生。这名字好奇怪，是什么意思啊？我出生时，母亲难产而亡，祖父也去了，我落地客亲，所以叫逆生。你为什么要这么想？你娘肯定是爱你的呀，她为了把你生下来那么拼命，你怎么能说自己是客亲呢？我阿娘跟我说过，生孩子可疼可疼了，每个娘都是拼了命才把孩子生下来的。你娘要是知道你这么说自己，她得有多心疼啊！那既然你知道我的名字，那礼尚往来，你叫什么名字？阿公说，姑娘家不能随便跟男孩子说名字，但你长得好看，你就叫我福娘吧。福娘。小娘子，你在哪里？家里婆子找我了，我得走了。小魏逆生长得真好看，比阿公的学生们好看多了。要是阿公也收他当学生就好了。如此慌张，成何体统？父亲，儿子求父亲做主。做主？做什么主？回老爷，奴才昨日奉大公子命去给二公子送东西，谁知二公子二话不说就打奴才。二公子是主子，打就打了。可二公子接下来说的话，让父亲好好听听，那孽种说了什么？说就算大公子在这儿，照样打杀。他还说了什么？还说大公子只是占了个嫡长的名头，真论起来，他也是嫡子，谁也不比谁低。那孽子他也配合守正正。过几日就是儿子的拜师宴，要是让秦公知道魏家公子口出狂言，不分长次，到时候觉得我魏家治家无方，那可是坏我魏家前程的大事啊！把那个孽子给我押过来！是。一个客亲的在行，也敢跟我叫板，今天我非得整死你！王戎告状，魏守正山峰，崔氏天府，这是摆好了台子，就等我呢。父亲，母亲，孽子，跪下！说跪下，你没有听见吗？父亲让我跪，可以，但我想先知道我犯了什么错。混账！昨天你大哥给你送东西，
你打骂下人，说了什么你不清楚吗？你不是说照样打杀我吗？我待你不薄，为何如此辱我？逆生可能是无心之言，但守正马上就要拜师。母亲，您别替他说话，他不尊长兄，其心可诛，父亲绝不能轻易放过他。父亲，我能说几句吗？说。王荣，你说你送东西，送的是什么？我送的食盒被你打翻了。那我为什么打你呢？因为你当众辱我，那些话你敢不敢当着父亲的面再说一遍？魏安和崔福都在场，父亲如果不相信，大可传问他们。既然如此，魏安向着二公子，崔福昨日和二公子同游，他们的话不能作证。当时还有其他仆役，老爷可以传他们来问。让他们过来。老爷，你们昨日下午可看见了什么？回老爷，二公子隐约说什么占了个嫡长名头，论起来他也是嫡子，谁也不比谁低，还隐约看到二少爷在打王荣。好啊！没想到你这孽子真有夺嫡的脏心思。我没有。你就不能消停一点吗？前几年不是很听话吗？我说了，我没有。父亲，你要杀我？还敢打我？去死吧你！可你怎么敢生出夺嫡的心思？真要毁了你兄长的前途，你才满意吗？我要是你，现在就拿起这把剑自裁。不愿意自裁是吧？守正，王荣是你的人，你说要怎么处理？二弟做错了事，太重的责罚，儿子于心不忍。不如王荣挨了打，心里有气，让他亲手给二弟2巴掌，再唾3口唾沫，这事儿就过去了。如何？一个主子被下人当众扇巴掌，哪怕不死，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不好吧？没听见你主子的话吗？去！当着我的面，这孽子还敢翻天不成？是，老爷。你这克母克亲的小杂种，终于落我手上了是吧？10多年，我不哭不闹，是因为我还太小，是因为我对家人还有一丝期待。而如今，君子少壮，不可折辱。还笑？气疯了吧，小杂种！当时怎么不跟你娘一起死？我笑我自己，笑我以为你们这些活人，总会有把我当亲人的一天。还拿起剑，当着老爷的面儿，你难道真敢行凶不成？我是魏家嫡脉，我说过，你没有资格辱我。说什么呢？听都听不见。一会儿有你叫的，打死他！我祖父魏征，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是文端。我母亲是朝廷金表的杰妇。你一奴仆，还敢辱我？杀人！孽子，你怎么敢的？你是连为父的话都不听了吗？父亲，你刚才说你没有我这个儿子。好，今天开始，我也没有这个父亲。你魏逆生，你要去哪儿？好一个清贵之家，好一个魏氏门风，魏明德，你纵仆如此，
你逼杀嫡子！你比我愧对祖父，更愧对我母亲。你不是让我自裁吗？好，我答应你。自裁？你想干什么？我现在就去祠堂，跪在祖父和母亲牌位前，自裁谢罪。我倒要看看，明日过后，这大周朝堂，有谁敢用你这个纵仆孺子，逼杀嫡子的位明德？这孽子要是被逼死在祠堂，明日就能传遍整个京城。那些清流御史会往死里弹劾我们魏家。快拦住他！拦住他！别让他去祠堂！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呀？大公子，二公子他手上有剑，我们都不敢硬拦啊！逆生，你听我说，王荣罪有应得，他该死，你杀得好。这事是父亲错怪你了，父亲不该听信那奴才的话。你先把剑放下，咱们父子有话好好说。混账东西，还站着干什么？快去劝一下你弟弟啊，否则我魏家就真的要完了。逆生，好孩子，你千万别冲动，咱有事慢慢说。对，是兄长错了，兄长不该信那奴才的话。10年了，父亲来我低头，嫡兄来我侧身，继母来我行礼。可今晚，我站在这里，提着剑，站在他们面前。魏安，快来劝一劝这个劝一劝逆生，不然我魏家就真的毁了。他们竟然把二公子逼到了这种地步，太过分了。老爷，老奴斗胆问一句，恶仆当众辱骂嫡子，该不该杀？一个签了死契的家奴，以下犯上，按大周律，按魏家家规，该不该死？二公子今日清理门户，是不是正家风，守家法？老狗是在给魏逆生争取一个名义，一个奴才死了就死了，现在要是这孽种提着剑去祠堂，那才是灭顶之灾。逆生，你做得对，你这是正家风，听是清理门户。对，王荣该死。逆生，你别冲动。兄长错了，兄长也不该信那恶徒。二公子，听见了吗？你是正家风，是清理门户，没人能怪您。二公子，够了，你赢了，快收不了场。还不够，明天醒来，他们会不会反悔？会不会倒打一耙？我今天得让他们咬死，当着所有人的面，无法反悔。父亲，您刚才说王荣该死，我做得对。对。那刚才在中堂里，让我自裁，说没我这个儿子，是听信了谁的谗言？大哥，你让王荣过来打我的脸，唾我3口，是听了谁的假话？母亲，您刚才说逆生你年纪小，可能无心之言，是在替谁说话？我现在要你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谁在王荣的事上说了假话？是谁撺掇着父亲逼我自裁？今天不说清楚，这剑我不会放下，这祠堂我随时可以去。是为父错了，为父不该听信恶仆王荣一面之词，不该逼你。你没错，这是因你而起，你就没有想说的吗？混账！都是兄长的错，不该听王荣的话，不该让他去打你，兄长对不住你。逆生，母亲也是一时糊涂，母亲以为王荣说的都是真的，才说了那些话，母亲不是有意的。从今往后，有这些没签死契的仆从在场作证，魏家3口想翻案，想倒打一耙，没门儿。
君子以少壮，不可折辱。父亲，今日之事，起因是王戎当众辱我，但父亲和兄长听信奴仆谗言，不问青红皂白就逼我自裁，这事就这么算了吗？你还想怎样？我不想怎样，我只是想请父亲记住，来日若有人拿这事做文章，说魏家二公子杀人犯法，父亲可得替儿子作证。这孽子是让我不能追究，还得护着他。为父当然会替你作证。从今往后，谁还敢把二公子当软柿子捏？魏伯，那王戎如果还有家人的话，今晚全部打杀了。他父母早已经死了，加上平时好赌，老爷没有给他配丫鬟。这样吗？魏伯，我让你传诗的渠道可还在？二公子，这一次想传什么？就传为师世子，为护名节，为守门风，诛杀汝主恶奴，以正家法。我要让父亲没有一丝反攻的机会，顺便为自己养名望。二少爷，你今天受苦了。魏伯，我大了，不喜欢跪祠堂了。老奴知道，老奴都知道。官人，那个孽种留不得，你今晚看见了吗？他杀王戎时那个眼神盯着我们。父亲，母亲说的对，那个孽种他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够了！你还有脸说今晚这事是谁惹出来的？你以为我是傻子吗？现在回想起来，那质子他今晚为什么发疯？还不是因为他被逼急了。而他为什么被逼急，你会不知道吗？王戎是你的人，还让那恶仆去打他的脸，唾他3口，换你忍得了？后天就是你的拜师宴了，非要闹到满城风雨，让秦公知道魏家出了逼杀亲子的丑闻，你才安心吗？儿子不敢。老爷，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切以守正的拜师宴为重。等拜师宴结束，等我的事办完，再跟那个孽种算账。在这之前，你们谁也不许再去招惹那个孽子，听见没有？是。我魏家百年名声，未来必毁在这孽子手上。阿姐，你找我？我问你，昨日你到底带那个孽种去哪儿了？阿姐，我是按你说的办的。我带他去了赌房，真的，我没带他去别的地方。真的？真的，阿姐，你相信我。赌房？难道去一趟赌房就能让人变成那样？他在赌房玩得怎么样？玩得怎么样？愣什么？我问你话呢。玩得开心，特别开心。那小崽子第一次去那种地方，看什么都新鲜。你知道王戎吗？那当然知道了。前日我带那小崽子出门时，他可是被赏了2巴掌。那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后来我就走了，不知道啊。怎么，那家生奴跑去告状了，让小崽子受罚了？不是，昨天王戎被那个孽种杀了。杀了？阿姐，那小崽子不会是中邪了吧？马上就是守正的拜师宴了，今日得趁同僚们都在，挨个请一遍。
以后在部里腰杆也能更直些。明德，周大人，恭喜恭喜啊！你魏家不得了啊！大人，您这是？明德兄，明德兄，你瞒得可真紧，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等说一声。明德兄，你家公子真不得了，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儿，魏家清贵，名不虚传。你们在说什么？莫非是守正？可守正这个时间也在读书，难道是秦公为守正造的事？同僚们知道守正要拜师，所以提前来道贺。明德，你父亲文端公当年在朝，谁不敬他3分？我还担心你这一脉，如今看来是我想多了。你魏家没有夺了文端公的名头，周大人过誉了，都是孩子自己争气。魏主事，令郎如今多大？尚未弱冠，年纪才这么小，此子将来必成大器。魏明德，你魏家好家风，魏家子烈也。秦公，秦公，您怎么来了？明德，你没有辜负你的父亲，魏文端地下有知，必会欣慰的。秦大人过誉了，都是守正自己的努力，能得秦大人看重，是那孩子的福分。守正，明德，你说的是你那即将拜入我门下的长子吗？那孩子才学资质尚可，但要说烈，没想到我居然会看错人。不是秦公，你为守正造的事吗？你魏家子为护名节，为守清贵门风，诛杀儒主恶奴，以正家法，这事儿已经传遍京都了。今日早朝，连陛下都亲口过问了此事，甚至亲口夸赞道：上位弱冠，为守敌之尊，拔剑诛奴，以正门风，我大周之幸也。搞了半天，他们说的不是我的长子魏守正，是个孽子魏逆生。这不是昨天才发生的事吗？为何半日就传遍了京都？明德，你怎么愣住了？平时你可没少跟我们夸守正，怎么魏家清贵，出个烈子对你来说都是正常的？我怎么说？说那不是烈子，那是孽子。而且孩子之所以这么烈，是因为我昨天听信奴仆的话，让他自裁。秦燕最看重礼法纲陈，要是让他知道这个烈是这么来的，那就完了。哎，诸位误会了，误会。那个为守敌之尊，拔剑诛奴，以正门风的人，不是我的长子守正，是我家次子。你还有次子？就是那个地隐残羹卧冰床的那个次子。次子尚且如此，那守正必然更好。明日拜师宴，大家都来。对了，明德，你那个次子会来吗？秦公召见，岂有不来之理？那就好，我们也想当面看看那位烈子。为我仍在偏院10年的魏逆生，现在成了陛下亲口夸奖的烈大夫，成了秦燕心心念念要见的烈子。这个孽子，他就是故意的。我陪大家，谢谢六姐。明德好福气，令郎如此出息，日后入了秦公门下，前途不可限量。多谢多谢，今日是我家长子守正的拜师宴，多谢诸位赏光赴宴，请进，请进。二公子，夫人让奴婢送来新衣，请二公子换上，一会儿去正院参加大公子的拜师宴。一看就知道是我这个继母耍的小花招。拜师宴现在都接近于尾声了，这会儿才让人送上新衣，叫我参加宴会。二公子，今日这宴会得去，养名望就在今日。昨日的事已经传遍京城，老爷再不愿意也得让你去。再说了，今日宴上学派大儒、清流名士云集，寒门科举的苦路子，你祖父已经替你走完了，你应当为世家子。魏伯，我知道。
拜师宴都已礼成，大家酒过三巡。明德，你家次子呢？就那个尚未弱冠的烈子呢？回秦宫，他在偏院，我这就让人去叫。不必叫，昨日陛下都夸了，老夫也想亲眼看看这烈子是何等人物。秦公，您是主宾，怎能劳动？我这就让人去请。又是那个孽子，明明是我的拜师宴，老师却只想着见他。秦公有所不知，逆生那孩子昨日受了些惊吓，说头晕得很，我就让他歇着了。毕竟头一回见血，吓着也是难免的。哦，第一次杀人确实会受惊吓，那就让他好好歇着吧，来日方长。秦公体谅，下官敬秦公一杯。兄长，弟弟来晚了。好一个世家贵子，长得真好，如见魏晋风流。为什么他要来？这是我的拜师宴，这是我的好日子。魏家次子魏逆生见过秦王。父亲、母亲、兄长，好，明德，你这二公子教养的真好。方才在门口听见母亲说儿子病了，多谢母亲挂念。儿子只是昨日有些惊吓，歇了一夜，已无大碍。而且今日诸位贵客莅临魏府，为兄长举办拜师盛典，儿子身为魏家子，岂能因小样缺席？逆生，过来，让老夫好好看看。明德，你这二公子相貌堂堂，举止有礼。守正，你有个好弟弟，兄为帝师，你可要做好榜样。是，老师说的是。逆生，读什么书了？如今在读《论语》和《算经》。哦，还读《算经》？为什么读这个？小子以为科举取士虽重师傅，但治国理政离不开钱粮度支。祖父当年掌户部，学生不敢剁了祖父的声名。好，有志气，有见地，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子。魏家这位次子，当真是人不可貌相。昨日之事，老夫听说时还以为是传言，今日见他气度，方知是真。魏氏次子烈性如此，混蛋！今天明明是我拜入秦宫门下的日子，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魏逆生转？我魏守正才是今天的主角。诸位长辈，诸位贵客，学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二弟近日烈子之名传遍京城，壮我魏家门风，为兄心中甚是欢喜。今日是学生的拜师宴，在座的都是理学大儒、清流名士，此等盛会，岂能无诗词助兴？学生不才，愿与二弟一同为今日之宴作词助兴，也好让诸位长辈看看我魏家子弟不仅性烈，亦知文墨。老师，您意下如何？守正这孩子沉不住心啊。好，守正这个提议好。魏家清贵，长子善学，次子性烈。今日若再能得诗词佳作，可谓双璧生辉，当服一大白。哈哈哈哈！既是为拜师宴助兴，又逢魏家双节，便以魏门双璧为题，各赋一词，如何？守正，你是兄长，你先来。学生遵命。华堂今日启宴开，贵客迎门贺喜来。兄友弟恭共瑶台，师道尊严成教诲。文章锦绣赖栽培，从今步步上云阶。守正功底尚可，不过还欠些火候。老师教诲得势，学生还需努力。我的词赋虽然平淡，但你这个只启蒙过几日的废物，又能做出什么来？有了。他要是做不出来，就是丢我魏家的脸。虽然脑子里有很多诗，前世词人们经过了阅历，
人生沉浮后的有感而作。古人不是傻子，天时地利人和3点都不占据，不能文超公。看来只能靠我自己酝酿了。毕竟写诗作词又不是没有过。鹧鸪天，席上坐，10载幽居自掩飞。一朝拔剑振家威，满堂宾客皆惊叹。谁道寒门无玉灰？承祖训，守清规，丹心一片向阳飞。今朝且尽杯中酒，他日凌云始到齐。好一个谁道寒门无玉灰，而词的下站承祖训，守清规，丹心一片向阳飞。这是说他没有忘记祖父的教诲，心向光明。而今朝且尽杯中酒，他日凌云始到齐，则是告诉今天喝酒宴客们，来日再看我凌云之志。好一个10载幽居自掩飞，好一个谁道寒门无玉灰，好一个他日凌云始到齐。词中没有造作，有的是一列子之心。这词是你自己做的？回秦公，是小儿方才即兴所作。诸位听听，此子志向，岂是常人能尽？依我看，兴魏家者，当有此列子也。这是什么字体？老夫活了40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字体。这是哪位名家之手笔？这是你写的？褚遂良的飘逸，颜真卿的雄浑，老夫都见过，但这字体既非隶，亦非楷，更非行草，莫非自成一家？完蛋，瘦金体是上辈子的哀嚎，但是忘了这个时代没有瘦金体。回秦公，这字体是小儿自己揣摩而成。自己揣摩？如何揣摩？小子自4岁启蒙后，便被安置在偏院，院中无书，便常去祠堂打扫。而祠堂有几幅祖父生前题写的磨坊牌匾，祖父字迹刚劲清瘦。小子好奇，便日日对着，便学着描摹。后来偶尔在父亲书房见过堂中挂着的那一幅前唐代大家褚遂良的真迹，再后来偷偷进过祖父的书房中里，有几卷薛记、薛造的字帖。于是当时便想，祖父的字，褚遂良的飘逸，薛氏兄弟的寿印，若能分为一炉，会是什么样子？偏院7年，便日日揣摩，久而久之，便成了这个模样。你是说，你自创了一种字体？不敢说自创，只是融合前人之长，略有所得。融合前人之长，自成一家之风，这还不是自创？明德兄，你家列子与这锋芒毕露的字体宛如天作之合，魏家当兴，文端公在天有灵，当含笑九泉。孩子，老夫教书几10年，见过的才子无数，但如你这般，老夫只能说，你若肯用功，他日必成一代大家。秦公过誉，小子不敢当。当得当得。你这字体可有名字？尚未取名，若秦公不弃，可否赐名？这字瘦劲挺拔，锋芒如剑，却又不失风骨，就叫瘦金如何？没想到还是圆了回去。多谢秦公赐名，从今往后便叫瘦金。明德，你这2公子很不错。这字体锋芒太露，你可自用，但科举考场则需工整圆润。小子知道，所以后来重新练了楷书，以备科举之用。这孽子还想要参加科举？好，知道自己要什么，懂得藏锋。日后有事，你可以随时来国子监寻老夫。多谢秦公抬爱。一个是天壮之才，一个是平庸之辈，魏家双璧，今日方知谁是真正的玉璧。明德，你这次子好好栽培，莫要辜负了这块璞玉。秦公放心，下官一定。昨天还让自裁孽子，如今成了满堂注目的天才，而我这个父亲只能坐在那里讪笑着接受同僚们的恭维。可那些恭维里有多少是真心的敬佩，又有多少是意味深长的嘲讽？父亲，
母亲、兄长，若无事，我便先回偏院了。二公子，叶礼良，今日之后，你的名声算是立住了，之后的科举之路一定更加顺。今朝且尽杯中酒，他日凌云始到齐。父亲，今日是儿子的拜师宴，他哥那儿又唱又跳是什么意思吗？说完了。那为父问你今晚提议作词的人是谁？是儿子。为父有没有阻止你？当时那孽子满脸镇定，你看不出来？他站在那里，眼神清明，毫无惧状。这样的人，要么是有真才实学，要么是早有准备。不管哪一种，你往上撞就是自取其辱。现在怪他抢你风头，怪的谁？可是父亲，秦公今晚过后，不会也收他为弟子吧？这才是你担心的事儿吧？如果秦公真收了魏逆生，那你这个正经弟子算什么？往后还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有危机感了，对吧？那我可以确切的告诉你，不会。父亲何以见得？你想，秦公若有意，当场开口便是，何必藏着掖着？到时候兄弟二人同拜一师，传出去也是美谈。那为什么不？因为他是小子，你是学生。你听见那逆子今日在宴上怎么自称的吗？学生二字他一次都没用，从头到尾都是小子。好像真是。秦公何等人物，一听就知道这孩子只启蒙过，没正经读过书。学生二字不是谁都能自称的，所以他只能称小子，只能说自己略有所得。守正，你要记住，你才是我魏家的长子。秦公回朝不久，冯首府就顺势致仕。这朝堂上的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秦公答应收你为徒，也不只是因为你资质尚可。父亲，儿子不懂。总之，事情没那么简单。秦公不会收下孽子的，你放心就是了。多谢父亲，儿子就知道父亲是站在儿子这边的。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为什么那孽子偷偷去过几次书房，去过几次祠堂，能把多家笔法融合贯通，自创一词？而你呢？你天天在书房读书，先生手把手的教，你学到了什么？那首词，你自己觉得怎么样？那能一样吗？怎么不一样？你和那孽子都是我和卢娘的儿子，他身上流着的血，你身上也流着。他行，你为什么不行？拜师宴结束，老爷您就给冯公写了拜帖。如今大半个月过去，依旧石沉大海。冯公是没看见，还是不想见？我还特意提到了父亲当年与冯公的交情。如今冯公刚致仕，拜访求见的人肯定多，说不定帖子压在那儿，还没递到冯公跟前呢。官人，妾身有一事相求，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事？说吧。妾身大哥，老爷知道的，在太原府为官多年，家父年迈，想让他调得近些，也好尽孝。调回来？想调去哪儿？也不用直接回京都，能调去开封府、南昌府这样的地方，妾身就知足了。太原府那是西北重镇，苦寒之地。你说的要么是南京门户，要么是鱼米之乡，这得是多大的调动？我父亲在时都不敢这么想。官人说的是，这事南办本不想开口，妾身是魏家的人，自然是站在官人这边的。官人说办不成，那就不办，妾身回头回了父亲就是。唉，这事儿也不怪你，只是冯家如果真想见，半个月足够回帖了。官人也别太担心，说不定过几日就有消息了。不是常说魏家和冯家是世交吗？冯公不会不给面子的。还有你方才说的事儿，妾身娘家那事儿，妾身知道难办，但若是冯家那边有了消息，官人能不能顺便提一句？也不用专程去说，就是提一嘴，成不成，妾身都不怪，只是让妾身好回娘家一封信。知道了，若冯家那边有了消息，我会提一句的。二公子，我这一些时日回了一趟族中，
没见到魏家族长。族中人说老爷子去访友了，要过些日子回来。过继长房，族中是没有资格做主的。毕竟老爷当年立誓，长房一脉只有至亲可继。老爷留给长房的产业，100亩良田，5间铺面，数年盈利的银子，族中人本就看重长房产业。老爷过世的葬礼上，他们都敢带人来闹。幸好当时老爷余威还在，加上刚刚好陛下派人来将追封恩旨，所以你父亲届时将他们都押回去了。而你父亲本就眼谈着产业，肯定不会让你轻松过继。如今你求魏氏家族帮忙，你本身又是二房嫡系，完全折损了家族内的利益，他们不可能出面帮你的。魏伯，我又何尝不知呢？但我没想到父亲这么能忍。我都这样子了，他也是硬是不提过继一事。二公子，这种事儿急不得。正院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老爷今日休沐，崔氏好像在为娘家兄弟的事求老爷，在太原府为官，想调回京都，托老爷帮忙。太原府调回京都，父亲有这个本事？老爷哪有这本事？他如今也在为冯家的事发愁呢，半个月了，石沉大海。冯家那边，魏伯怎么看？冯公当年和老爷是同榜进士，冯公为状元，老爷是探花，两人交情不错。你祖父若在，冯公说不定已经主动上门。但你父亲这个工部主事，父亲现在应该在想，如果冯家真不见他，他该怎么办？他怕的不是冯家不见他，而是冯家不见他这件事会让别人知道。魏家清贵，世交冯家，这是他挂在嘴边的牌面。如果这张牌面没了，他在工部在同僚面前还怎么抬头？哦，是啊，冯家的力量可比魏族族人大多了。反正我在乱抽牌，那为什么不主动去抽一下冯家的牌呢？魏伯，你觉得我给冯公上一封拜帖如何？反正魏家族中废物用不上，父亲再拖上数月甚至数年，等我这列子的影响力消失，主动权就不在我手上了。好，二公子说写，那就写。对了，当年老爷过世，冯公来府上吊唁，在灵前跪了整整1个时辰，谁劝都不起来。最后他对老爷的牌位说了一句：“文月兄，你放心，你魏家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份承诺很重了，成与不成，哪怕撞南墙，也要先撞了再说。老爷，门外有人求见。说了多少次，一概不见，打发走。老爷，那人说他是老爷的旧友。旧友，来求事的人哪个不说是我冯衍的旧友？让他……他说他叫魏安，是魏家已逝文端公的书童。魏安，文月的书童。魏家那无用子，见我不回帖，居然搬出自己父亲的亲信来质问我吗？不是。那老仆说他不是为魏家主来的，他是替魏家二公子送拜帖的，而且他还说这拜帖不能压在门房，一定要递到老爷手里。魏家次子，那位列子，上尉弱冠，卫护名节，拔剑诛奴，陛下亲口夸赞，连我死对头派系中的秦燕也是对他青睐有加。没想到还是文月的孙子。把帖子拿来。好一个列子之字，刚劲似剑骨；好一句松柏有岁寒之操，不用霜雪而改。他父亲的拜帖通篇都是客套话，拐弯抹角的求照拂、求提携，而这个列子的全帖只字不提父亲，只提祖父，只提他自己，一个只求一见的晚辈。一个不忘旧诺的故人之孙，真是高下立判。文月兄，你有一个好孙子啊！这10年我没少暗中照拂魏家，可魏明德真的太过废物，10几年还是那个工部主事，毫无进取。可这个孩子，见还是不见呢？阿公，你在看什么啊？我也要看。是啊，孩子也是文月的孙子，见一见又何妨？至嗣了，见一个晚辈，难道还能惹出什么风波不成？去回魏家帖，告诉魏明德那无用子，让他文月的2位孙子来见我。是老爷。阿公，你要见谁呀？一个有趣的晚辈。福娘之前外出也遇见了一个有趣又好看的郎君，他可好看了，比府里那些哥哥们都好看。哦，谁家的？我才不告诉阿公呢。老爷，冯府来人了。
定是冯公的回帖！快将人请进来！魏大人，我家老爷昨日看到贵府的拜帖，很是感尽文端公旧意，今日特命小人来回帖，请大人写子过府一叙。谢冯公，下官一定应约到达。是。我就说嘛，冯公怎会不见我？定是帖子压久了，今日不就来了？官人，冯公肯见你，可见魏家与冯家的交情依旧在啊。我父亲和冯公那是同年进士，同入翰林，生死之交，区半个月没回音，算什么？成儿，一会儿见了冯公，要乖，要叫人，知道吗？官人，怎么了？请携贵府守正，逆生二位公子过府一叙。老爷，冯公这是什么意思？守诚也是您的儿子啊，凭什么只见他们俩，不见守诚？难不成冯公只认卢氏的儿子，不认我生的？好了，别哭了，让我想想。冯公应该是不知守诚年幼，所以才没提。等会儿带守诚一起去，见了面自然会跟冯公介绍的。真的？真的，我保证。那官人记得顺便提一提我大哥的事儿。放心，今日见了冯公，你大哥的事儿我一定提。守正，今日去见冯公，你可知道意味着什么？儿子知道。冯公是祖父的故交，若能得他青睐，日后仕途无忧。不错，你拜入秦公门下只是第一步。秦公是理学大家，清流名士。单论朝中人脉，冯公3度入阁，2任首辅，门生故吏遍天下。今日你若能让冯公喜欢，往后在国子监，在朝堂，路子就宽了。儿子明白，儿子一定好好表现。表现什么？你可千万不要表现。冯公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好，不要卖弄。你是魏家长子，要稳重大方。是，父亲。长子是从头到尾细心叮嘱，对我则是一眼都没看。如果不是冯公顺便提了一句，估计也不会带上我。不过这一趟，冯公见的是魏征的孙子，不是魏明德的儿子，所以我不能急，不能漏，不能抢。唯一要做的是让冯公自己看见我，自己选择我。又是上次的祭仙堂，不知道那个小肉包子现在在做什么呢？晚生魏明德携内眷拜见冯公。落座吧。谢谢冯公。怪不得秦岩那老东西会传魏家次子美姿容，泪未尽。文月兄去世一晃10年了，你如今任在工部任职吧？回冯公，晚辈在工部营术司任主事。也好，工部清闲。你长子如今在何处读书？回冯公，学生魏守正，现于国子监读书，蒙秦公不弃，收为弟子。秦公是理学大家，好好学。多谢冯公教诲。那是你幼子？是，这是妾身的幼子守诚，已经3岁了。冯公，那个明德，老夫有些话想单独与你那次子聊聊。你且带长子夫人偏厅稍坐，让下人奉茶，如何？冯公，您要和逆生单独聊。毕竟是京都盛传，陛下都亲夸的列子，老夫自然也想亲眼看看。本应是父亲带我结识冯公，冯公为何却要单独找这个孽障？冯公客气了，逆生能得冯公召见，
是他的福分。好好回冯公的话。是，父亲。带魏大人去偏厅，好生招待。是，老爷。各位贵客，跟随我到偏厅。你上帖拜访，如今看见我了，有什么想说的吗？这问话看似随意，实则暗藏讥讽。冯公在试我，若一开口就求官求财，那就落了下乘；若一开口就诉苦卖惨，也落了下乘。晚生来时，一路想着见了冯公该说什么，忽然便想起魏伯说过，祖父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哦，什么话？我的祖父曾说过：伯远兄善饮，我善算。他饮一壶酒，能算3年账；我算3年账，不及他饮一壶酒。晚生当时年幼，不懂这话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祖父说的是冯公之财不在账册之间，而在人心之内。好小子，拿你祖父的话来堵我。这孩子不提所求，只提祖父旧事，却句句都在拉近关系。坐下说话。你祖父当年与我同科，他掌户部，我掌吏部，一干就是40年。坊间都有谚传冯半朝、魏一角，你可听过？略知一二。那你说说魏一角中的一角是何意？世人结此谚，只讲我魏市长天下财税于一角，而赞我祖父精于食物。这位表意，那此谚可否还有深意？一角者，孤也。如飞檐之一角，看似凌空，实则玄微。我魏氏权势集于祖父一身，他若在，便是户部半边天；可他若去，便是无根浮萍。此语是赞，亦是警。赞我祖父之能，警我魏氏之威。你祖父若在，听到你这番话，不知会作何感想？我也不知。我昨日查过你，数年前京都流传的那首诗，也是你让人传出去的。冯公明鉴，不过是小儿自保罢了。好一个小儿自保！既然是自保，如今你列子之名，陛下亲口夸赞，秦燕青睐有加，也能保你数年无忧，你又何必还要来见我呢？列子之名能保我几年？秦公的欣赏能保我几年？冯公既然知道那首诗，必然也知我在魏家的处境。我若不想办法，数年之后，恐怕便又是那个饮残羹的偏院弃子。那你为何不收敛些？偏院里安安静静读书，等长大了再图后继，不是更好？我为何要收敛？哦，年幼无法，则藏锋；今已少壮，既能提笔，亦能拔剑，当为己先。你就这么肯定你自己？冯公，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这个眼神，好像40年前被赶出京都的老魏，充满了自信与笃定。你这种眼神，我见过很多次，但大多数人都销声匿迹。你祖父却能在宦海沉浮后被重新起复，你觉得这是为何？请冯公赐教。因为他被人踩到泥里还能笑着看天，而你也是这种人。魏逆生，我终于知道为何你有这烈性子，你跟你父亲完全不像，你类祖。不，你比文月更烈，你是不会让人有机会将自己踩入泥里的。冯公谬赞了，我只是担心堕了祖父的声名。不是谬赞。说说吧，你今日来想要什么？来时确实有想求的事，但此刻不想求了。哦，因为已经得到了。冯公一句类祖，比任何官职钱财都重。哈哈，好小子，连老夫的马屁都敢拍。不贪不急，懂得适可而止，是能成大事的人。说吧，你想要什么？你知道，我不会提第3次。逆生不敢求冯公什么，只想请冯公指点一条路，一条明路。好，那老夫就给你指条能入海上天的路。
父亲，冯公怎么跟他说这么久？该不会……那个孽子到底在跟冯公说什么？坐，明德，你这二公子烈子之称，名不虚传啊！冯公过誉了，不过是血气之勇，当不得冯公夸赞。为什么不找我谈话？看来我也得杀一个仆从试试。守正逆生，陪母亲去院子里走走。你弟弟好奇，你们兄弟俩好好陪你母亲和弟弟。逆生留下吧，我还有事想问他。是，冯公。冯公，在下今日登门，一是替先父给冯公请安，二是这些年在工部营缮司，日日与工程文度打交道，虽说清闲，但终究是有些蹉跎岁月。继续说。先父当年在户部也是从主事做起，一步步做到尚书，吾虽不及先父万一，但也想效仿先父之志，所以就想若有机会，能否请冯公在吏部那边为在下说句话？掌山泽院授草木之事的余衡司，流水是比营缮司后些，但事务也更繁杂。明德，你在营缮司待了这些年，突然去余衡司，能适应吗？只要能远离枯燥文著而多些实务，在下愿为大周鞠躬尽瘁。不错。冯公，还有一事，就是戚家有个内兄，如今在太原府为官，家越年迈，想让他调得进县，好尽孝心。若能调去开封府或南昌府，便是天大的恩德。明德，你今日来是为自己求官，还是为七兄求官？都有。你可知，当年你父亲在户部为何能官至尚书？因为先父精于实务，为人清正。不止，是因为他从不在一个位置上待太久，也从不一次求两件事。冯公教训的事，是在下贪心了。罢了，你父亲的面子，老夫总要给的。你的事儿，老夫会让人去吏部问问。至于你那七兄从太原府调回，不是小事儿，老夫得先看看他的考议，再做计较。多谢冯公。这不争气的样子，跟我那个因为我治世就吓得留下孙女儿主动跑出京的儿子大差不差。文月兄，没想到我们的儿子都不堪重用。不过你比我好，你起码还有一个好孙子。明德，既然你说起你父亲，那老夫倒想起一件事。冯公请讲。当年文月临终前，可是因得了这个次孙而喜极。老夫记得文月那日得了消息，说你那早逝的兄长终于有后了，他喜极而哭。可后来老夫听说那次子被取名为逆生，安置在偏院，10余年无人问津。冯公误会了，只是让他在偏院养性子罢了。养性子能养10余年，文月兄临终前因何而喜，又因何而悲，你该比我清楚。得知你二房生下嫡子，次子便可成长房，为你那早逝的兄长续上香火。转眼之间，文月已去10年有余，你可以为其完成心愿。冯公息怒，冯公息怒。如今你膝下有3子，为何都还记在你的名下？你长子须成家，我不论。你次子如今也是人人口传的烈子，有些名望我也不论。可你那2岁的幼子，总不能还留下吧？文月当年最大的心愿就是为长房续嗣，你若还有一点孝心，就该把这事办。若你父亲在天有灵，看着你3个儿子都记在自己名下，却让你兄长明远的牌位前冷冷清清，怕是日夜难安。冯公嘴上虽然说让守城过继，但实际却在为那个孽种铺路。老夫只是念在你父亲面上提醒你一句，你那幼子年纪尚小，过继给长房，既不耽误你这一房的传承，也能圆了你父亲的心愿。冯老这是直接跟我打明牌谈条件，他看魏逆生顺眼，想我让其过继给兄长，毕竟我求他办事，他开个条件也合情理。现在客客气气跟你谈，是看你父亲的份上，想给你个体面。坐下聊吧。你要是现在不体面，等我上了你魏府的门，我就帮你体面体面。冯公，此事不是不愿，
实在是不必现在答复，你回去想清楚再办。老夫今日的话，只是念在你父亲面上，提醒你一句。至于你那差事，你七兄的事儿，老夫会让人去问，但成与不成，得看天意。多谢冯公提点，在下回去一定好好想想。去吧，叫上你家人，早些回去。是。父亲，冯公和您说了什么？不该问的别问。父亲，等等我！二公子，您回来了，今日如何？魏伯，冯公说会帮我指路。二公子，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若能成，您就是长房嫡子，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再也不会受羁绊了。魏伯，别急，事还没成，毕竟还不知道我的好父亲大人，您会怎么选呢？官人，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这样，妾身这心里吓得直打鼓。你觉得我们将守城过继给兄长一脉，如何？魏明德，你说什么？魏明德，我告诉你，你死了这条心！成儿是我的命，你要把他过继出去，不如先杀了我。来，你杀了我！你以为我想？这是冯公的意思。所以冯公的意思是，必须过继一个人去大房。那你怎么想的？守正是我的嫡长，不可能逆生。那提剑逼父的孽子巴不得过去，我岂能随了他的愿？而且这次冯公突然提起这事，我看就是那个孽子捣的鬼。你是说，那个孽子借冯公的手，逼你把他过继出去？这孩子心思如此歹毒。哼，不然呢？冯公多年不过问咱们家的事，怎么突然提起这个？分明是那个孽子在冯公面前说了什么，冯公才拿孝道来压我。所以，你就要牺牲我的成儿。魏明德，你摸着良心说，这些年我待你如何？我待这个家如何？你就这么对我？那你要我怎么办？等冯公亲自上府来问吗？别忘了，我的凭调，你兄长的事都还捏在冯公手里。那就过继逆生，正好随你父亲当年的愿。反正这是他出生时就定下的事。不行，我绝不能让那个孽子如愿。为什么不行？你难道忘记了父亲在长房留下的田产、店铺，和存了10年近数千两的入库盈利了吗？那是实打实的好处，你就这么给个孽子？官人，你糊涂。冯公只说过继，可没说不准收回产业吧？你有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只是官人，你别忘了，逆生尚未弱冠，过继出去后，他能掌握什么？产业还不是得由你这个父亲代管。至于待他籍贯，那得多少年后了？到时候那些产业还在不在，还不是咱们说了算。那个孽子可是敢提剑逼父的人，他今天能借冯公的手逼你过继，明天就能借别人的手逼你让位。这样的祸害留在宗族里，迟早是个隐患。不如过继之后再行分宗。分宗？这会不会太过了？过？他想过继，想体面，想自由，甚至搬出冯公来压我们，那不如就成全他，给他彻彻底底的自由，让他自己一个魏家。那孽子不是想靠自己吗？那我就成全他，不仅过继，我还要将你这孽子分宗出去单过，跟巨鹿卫氏再无关系。好，就按你说的办。
族叔们一路辛苦。请。明德，过继即是文月的遗愿，那自当遵从。只是长房那边有文月留下的一些产业，长房产业这些年一直是由族中代管，如今要行过继，那过继之后又该怎么处置？族叔，侄儿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儿呢。我那次子逆生尚未弱冠，过继之后，产业自然还是由族中代管，等他弱冠后再议。族叔这些年为族中操劳，替掌上管着产业，劳苦功高，侄媳心里一直感激不尽。等过继的事儿定下来，族中该得的一分都不会少。他们不是想用过继一事拿回长房产业吧？如今竟然暗示可以让族中继续拿该得的，这次过继恐怕另有隐情。明德，你老实跟我说，你把这孩子过继出去，是不是还有别的打算？祖叔多虑了，侄儿就是遵先父遗愿。呵呵，你别当我不知道，你那次子如今列子之名在外，陛下亲口称赞，拜师宴上一首《鹧鸪天》惊艳满堂，这么个好苗子，你舍得过继出去？族叔有所不知，那孩子性子太烈，和守正处不来，与其留在家中生事，不如让他成了长房，也算全了父亲的遗愿。我算是明白了，这夫妻俩是想把这个烫手山芋踢出去，但同时也不想放手长房的产业。明德，你父亲当年把整个家都搬到京都来了，族里的后辈他提携过几个？不过他倒是聪明，知道每年拨银子回去修祠堂济贫困。可那些银子够干什么的？修个祠堂门面，发几斗米就没了。族里的子弟想出人头地，还是得靠自己。祖叔说的是，可这怎么个管法？管到什么时候？管出来的盈利归谁？祖叔，依您的意思，该怎么管？按规矩，四子未弱冠，产业由族中代管，每年收益30%交于主家，7%留作族中公产。30%？祖叔，你这未免要的太多了吧？逆生虽是过继，但毕竟是我亲生。明德，过继之后，他就是你兄长明远的儿子，产业也是大房的。等他弱冠，产业全数归还。代管期间，30%收益给他用度，7%归族中，这是规矩。族叔说的是，理是这个理，只是前10年里的盈利一口气，7%收益归族中，是不是多了些？崔氏，你是哪一房的媳妇？你是明德的续弦，长房的事与你无关，不要乱了礼法规矩。祖叔，贱内只是关心则乱，您别往心里去。明德，你今日请我来，过继次子这事儿我应了，但长房产业的处置得按规矩来。你若同意，咱们就开祠堂；你若不同意，祖叔留步，咱们好商量。敢问兄长这一房这10年盈利有多少？300亩良田，1亩年租1两，5间铺面，租子另算，10年下来共计盈利5600两银子。好，这5600两，我与族中4分账，另外2成留给逆生。但逆生过养之后，族中代管，每年收益6成过于主家，4成留作族中公产。同时，族中代管期间产业的账目，每年要送一份给我过目。前10年的收益是实打实的银子，能拿到4成，已是意外之喜。至于往后那些年，谁知道呢？可以。还有一事，逆生过继之后，我想分宗。分宗？魏明德，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让一个尚未及冠的孩子过继之后分宗，我知道你厌恶他，可未必不是一块璞玉，你竟让他分宗单过。对，让他单过，自立一脉，与我这一房再无瓜葛。
那孩子自己同意了，他巴不得早点脱离我这个父亲。唉，那便依你，分宗的事，今日一并办了。二弟来了，说起来，可能今日之后你就该从魏家滚出去了。怎么，不高兴？大房终究是需要人撑香火的，不过你也别难过。这话不对吧，我的好堂弟？你叫我什么？堂弟啊！过继之后，我便是长房嫡迈，你是我二房堂弟，这么称呼有什么不对吗？魏逆生，我可是你兄长。很快就不是了，而且宗法礼制，嫡庶长幼，秦宫没教过你，该怎么论不会要我教你了。堂弟，今日过后，我是长房嫡迈，辈分比你高，以后见面要习惯行礼，说到底也是个理学弟子，可不要辜负了秦宫啊。晚生魏逆生，见过诸位族叔祖、父亲、母亲。眉目清俊，身姿如松，这孩子确实不一般。今日开祠堂，为长房魏公明远择嗣成挑，次子人选为二房魏明德次子魏逆生。魏逆生，你可愿承嗣长房，为魏明公远之子？我魏逆生愿意。既然如此，那便开祠堂告祖先。这个祠堂我进来过很多次，今天我也要跪下，但这一次跪下是为了站起来。吉时已到，今日开祠堂为长房魏公明远择嗣成挑。按规矩，嗣子人选须由本家提出。魏明德，你来说。诸位祖老在上，逆生这孩子虽说性子烈了些，但只有让他承嗣长房，哼，既能全了父亲遗愿，又不耽误兄长香火成绩。逆生啊，为父也是不得已，你去了长房，莫要堕了魏家门风。逆生，母亲虽不是你生母，但这些年来也一直把你当亲生的看你，心里实在是……真是虚伪。不过我现在必须忍，忍到仪式结束，忍到族谱改完，忍到走出这个祠堂。好了好了，莫要误了吉时。既是本家之意，那便依礼行事，开祠堂，告祖先，行过继大礼。第一步，告魏氏祠庙。为大周历，永和8年3月15，魏氏族老何仅以清浊束修，告于列祖列宗之灵前。第二步，拜魏氏祖。次子魏逆生上前拜祖。祖父，孙儿今日承嗣长房，孙儿不会堕了您的生命，也不会浪费你铺好的路。第三步，拜嗣父。第四步，改族谱。魏明远配李氏元无嗣，以弟明德次子逆生为嗣，逆生明德次子，今承长房。礼毕。从今往后，我就是我自己。还有一事，二房魏明德提出，嗣子成条之后，与二房分宗，自立一脉。分宗？我怎么不知道？没想到还有惊喜。
明德，你可想清楚了？分宗之后，逆生与你这二房再无瓜葛。族长，我想清楚了，逆生继承长房，自当独立一脉，与二房分宗是正理。孩子，你可想清楚了？分宗之后，你便是单独一房，与二房再无关系。往后有什么事，二房不会再管你，族中也只会按规矩行事。长房明远公四子逆生自立一脉，另为小宗，与长房四子逆生分宗两不相干。从今往后，为逆生为长房嫡脉，独立一宗。至此，笔落莫干，永无悔改。终于，10余年的幽居，10余年的隐忍，10余年的低头做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孩子，这是你的立嗣文书。从今往后，你便是长房嫡脉，独立一宗。等一下，既然分宗了，还住在魏府，就不合适了吧？父亲，按礼法，二弟现在是长房的人，他还住在咱们府上，传出去，别人还以为咱们二房占了长房的产业。刚分宗就想赶人，二房这长子当真沉不住气。二弟，你也别怪我这个做兄长的说话直，礼法如此，我们都得遵从，你说是吧？你既然知道我现在是长房嫡脉，那你就这样子跟我说话吗？堂弟，魏逆生，你少在这装模作样！孽子，不得无礼，守正是你兄长。兄长，二伯，您说什么呢？二伯，你这孽子，你叫我什么？二伯，有什么问题吗？按礼法，我已过继长房，您自然是我二伯。再说了，方才堂弟还说要遵从礼法，二伯应该也是赞同的吧？官人，官人，别动气，别动气。这孩子真是厉害。堂弟方才说的对，分宗之后，我确实不宜再住在魏府。那么，就请族长将长房的产业交还给我吧。按规矩，长房产业当由四子继承，如今我既已成嗣，这些产业理应归我。此外，前10年间族中代管产生的盈利，还请族长将这些一并交还于逆生。你尚未籍贯，这些产业不能就这么交给你。产业由你掌管，万一被人骗了去，岂不辜负了你祖父的一番心血？正是这个理。你籍贯之前，产业当由族中代管，这是祖宗传下的规矩，不是我们要为难你。你放心，待你籍贯之后，产业自当归还。前10年间的利益，族中会好好替你管着。后5年每年的收益也会按规矩分你3成，供你读书用度。这两人一唱一和，长房产业怕是早就被他们分干净了。二伯，您方才说我不能再住在魏府吗？既然如此，我总要有个安身之处，总要有些银两度日。产业不给我，盈利不给我，让我怎么活？这个你放心，未来3成收益足够你度日了。至于住处，明德，总不能看着他流落街头吧？祖叔说的是，你且先在外面租个住处。银两不够，为父再添补些。添补，列位尊长，
真是好筹谋。这一纸代管之约，怕是从我过继前便已写就了吧？医生，你这话是何意？是何意？族长自己心里清楚。长房10年盈利5000多两，1分没有。后5年画的大饼只有3成，另外7成全进了族里的口袋。我的钱你们拿全部，还要我感谢你们吗？孽子，你放肆！今天我就是放肆了。魏逆生，够了！产业代管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族中不会亏待你。等你籍贯，产业全数归还，1分不少。是啊，是啊，族长说的在理，族中是为你好，我们这些人还能害你不成？族长说的真好，3成收益足够吃穿用度。可我想问一句，那7成收益，族中拿去做什么？修祠堂、济贫困，还是进了某些人的私囊？孽子，少在这血口喷人，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质问我？我今天就告诉你，这产业的事儿我说了算。魏逆生，你一个小辈，当着这么多长辈的面如此放肆，成何体统？我放肆？好，那我请问前10年间，族中代管产业何在？又流向了哪里？可有账目？这哪儿来的账目？那5600两早被瓜分干净了。总之，这是族法，族规是代管，说了你也不懂。好一句不懂。既然要谈礼法，那我便与诸位尊长好好论一论这礼法。《礼记》大传有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你者为小宗。我四父乃先嫡长，我今继为其后，便是这长房之大宗，百世不迁。魏逆生，你别说了。大宗者，何族所尊。诸位虽长，乃小宗之子；我虽幼，乃大宗宗子。你们以之子而谋宗子之产，是以树夺嫡，以之伐根。我魏逆生，今天敢问诸位，这是哪家哪朝的礼法？难道要我堂堂魏氏长房，要绝嗣于尔等之手吗？孽子，知不知道以树夺嫡，以之伐根，这个帽子扣的有多大？你疯了吗？是啊，逆生，族中只是代管，不是谋宗子之产，这话可不能乱说。有没有说错？你们心中比谁都清楚。你们一个个名为代管，实为灭嗣。魏逆生，你不要得寸进尺，代管就是代管，什么灭嗣不灭嗣，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诸位口口声声怕我年幼不能守成，实则句句不离田产契书。与那钱塘名臣胡石弼判叔父谋吞幼财产案中的贪婪叔父何意？岂不就是名为代管，实为灭嗣？若长房产业今日被你们口头吸粉，诸位死后有何面目见祖父于地下？你圣人治理，正是为了防止骨肉相残。今日诸位所为，礼法不容，天理难容。诸位欲夺我财，请先回我宗谱。只要我一日是长房之子，这长房的一草一木便是宗庙之神器，神圣不可犯，树孽不可沾。你这个孽子，谁给你的胆子？你不是说产业的事你说了算吗？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如今一为小宗，一为大宗，我乃长房之主，诸位皆是客。我念及骨肉之情，容诸位全虚全位退出这祠堂。若再言代管或者瓜分嗣子，
我魏逆生拼着这4子不做，也要在京都敲响登闻鼓，告到府衙。我倒要看看，是大周的律法大，还是你们手里那只4月大？他要抱着牌位去府衙，他要敲登闻鼓，在京都敲登闻鼓，魏逆生要告御状。一旦敲响，官府介入，家丑外扬，魏家100年清誉将毁于一旦。站住！黄口小儿好一张利嘴！既然你要谈礼法，老夫便与你论礼法。我若不借大义，转瞬之间便是凄惨下场。所以既然怎么选都是死，那就选最硬的路。一个尚未及冠的孩子，再烈能烈到哪里去？你刚刚的话不过是仗着宗子2字，但你可知道何为宗子之责，何为孝道之重？礼记内则有云：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为其志。你对生父长辈言语如刀，态度倨傲，现在又抱住先祖神位威胁长辈，这便是你长房宗子的孝道，这便是你读圣贤书的教养。你口口声声大宗小宗，却忘了尊尊之上还有亲亲。骨肉至亲岂是一纸过继文书便能斩断的？哼！你说我们代管是侵吞，老夫问你，你如今可能算出田亩之数，可能辨别器物真伪。说难听一点，你连这祠堂的门槛都迈不过去，便要独掌偌大家业，这不是守业，这是败家。逆生，我知道你心中怨我，但你也不可以带着你祖父和大伯的神位做出这种事啊！严氏家训有言，骨肉之爱不可以减。你方才说大宗不可欺，好，我们认你是大宗宗子，但大宗宗子便可以不认生父，便可以对族中长辈横眉冷对。你四父，我兄长，若在天有灵，见你这般目无尊长，怕是死不瞑目。明德说的在理。黄口小儿代管2字，并非我魏家一族中首创。周行统虽有你所谓归宗子之条，但也有诸户绝财产尽给在世诸女之令外，你四父临终前可曾立下遗嘱，可曾托孤？再说我宗族100年向来有幼子产业亲长代管的规矩，代代相传。族长之前所说没有错，你今日要破这规矩，便是要破我魏家宗族100年之志。而且你不是说要告官吗？官府最厌骨肉相诉，你今日踏出这祠堂去告官，京都百姓便会知道，我魏家出了一位告父的逆子。到时候你即便赢了官司，赢了产业，但你赢得了名声吗？赢得了科举仕途吗？赢得了列祖列宗的庇佑吗？魏逆生啊，魏逆生，你现在是长房宗子，你的一言一行皆关乎长房清誉，还是不要自毁前程为好。你笑什么？好一个亲亲压尊尊，好一个孝道压章法，好一个祖训压国法。3位的这番话，当真是句句诛心。只可惜，可惜什么？可惜，句句皆是歪理。什么？族长方才引曲里10年以长之句，却忘了李剧丧服小记开篇第1句是什么？是……别想了，我来告诉你：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别，人道之大者矣。3者并列，何曾说过亲亲高于尊尊？若亲亲真能压尊尊，那历朝历代何必立嫡长子？何而定大宗小宗？再说孝道，族长，你方才说我态度倨傲，不敬尊者，那再问你，《孝经鉴证章》第15，圣人如何说？《孝经鉴证章》第15是说，父有征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今日诸位欲行不义之事，欲陷我不尊恶名，我若顺从，那才是真正的不孝。我今日之争，正是圣人所许之大孝。还有父亲，
是我最后一次称你为父亲。你刚才说骨肉之爱不可以减，好，我便与您论一论这骨肉之爱。以礼丧服为人后者章，贾公晏书云：既为人后，则如子于父，而绝其本生。绝其本生4个字，父亲大人是否还识得认得？既一旦成为大宗的继承人，在法理上就成为了所后之父的儿子。这不是我定的，这是圣人定的，是礼法定的。所以你现在才说我是你生身之父，此言大谬。你与我如今是伯父，是叔父，唯独不是父。你以叔父之身，却欲以父子之情动我，这不是骨肉之爱，这是以情乱法，以私害公，以小宗乱大宗。是伯父，是叔父，却唯独不是父吗？祖老方才提幼子产业亲长代管的祖训，敢问祖老，这祖训载于何处？写于何书？可有历代宗子画押？可有官府签印？这是口口相传。口口相传？那我便与您论一论口口相传之外的律法。周行统护婚律，卑幼私用财。条书一曰：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此条说的是同居，说的是未分家之子孙。而我长房自我刚刚之继之时，便已与本生父分宗别籍，所以我长房与诸位早已不是同居。既不同居，何来尊长代管？何来代管之权？至于您方才说祖训100年，我今日也有一句圣人言回你。孔子家语曰：相贵，德之贼也。何谓相贵？便是那些假借祖宗之名，行一己之私，坏真正礼法之人。祖老今日所言，正是此辈。黄口小儿，居然辱我！族长怕我告官坏了名声，怕我影响科举仕途，怕我受唾弃。那我也问你一句，今天若我不告官，任凭诸位将长房产业瓜分殆尽，那我这个过继分宗之人，身无长物，饥寒交迫，连束收都凑不齐，我还考什么科举？我还求什么仕途？名声，我若今日屈从，连人都不是，还谈什么名声？至于您说告父者假，我告的是叔父谋夺职产，不是子告父。这条律吓不住我。而且退一万步来讲，即便背上忤逆之名，我也要告。我宁可站着背着骂名告到府衙，也绝不跪着捧着校名被人吃干抹净。你很好。我们活了这么大岁数，何曾被一个尚未及冠的孩子这样怼过？这孽子什么时候读过这些书？引经据典，句句在理，想反驳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没名师教导，二没解析书籍，他怎么可能融会贯通这么多书？诸位族老，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变的我都变了。若你们还有一丝良知，若你们还念及祖父当年对族中的照拂，现在便备好长房产业契书，送到我面前。若明日午时之前我收不到契书，后日一早，京都府衙的登闻鼓前，诸位自可来看热闹。站住！站住，孽子！你以为你出得魏家门吗？来人，给我拦住他！你以为我背后没有人吗？你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从我抱住沈卫出来的那一刻，魏安就已经离府。你猜猜他去了哪儿？那老奴跟在魏逆生身边，寸步不离，偏偏不见了。冯公应我一事，指我一路。今日动我者，自思量。冯公，他怎么会？你以为你那日能见到冯公是因为你的面子？孽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拜帖，你魏明德根本没有资格。他的拜帖，那个孽子给冯公递了拜帖。那日冯公只见自己，是因为那孽子提前递了帖。官人，什么冯公李公，
这里是魏家祠堂，不是你们京城那套。一个小儿也敢拿外人来压宗族，明德，你怎么回事？被一个小崽子吓成这样！族叔，别乱动。那孽子口中的冯公是冯衍，前首辅，门生故意变朝堂，你们不要乱动。冯衍，竟然是他！见过最大的官就是知县，首辅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人物，而这种人物却被魏逆生当成了护身符。当朝首辅我们惹不起的，他背后只要站着冯衍，我们根本动不了。明天，给我一个答案。是个劣子，劣子，明明就是一个孽子。明德，够了。其实，那孩子真的很像你父亲，很像文月。那孽子像父亲，他一个不尊长辈的孽子，他也配？明德，还给他吧。族叔，明德，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失去读书机会的吗？那时候族中很穷，只够供一人读书，而我当时已经上了1年学堂，你父亲却只是在家读了几本书罢了，所以族中长辈们自然会选择我，这没什么好说的。可你父亲不这么想，知道消息后自己冲到族中，当着众族人的面跟我辩论。他不只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户部尚书，他也会争，也会抢，也会把机会从别人手里夺过来。文月他引经据典，句句在理，我辩不过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拿走机会。那时候我恨他不念兄弟情分，可后来事实证明他比我强，强太多了。他中了榜眼，进了翰林，做了尚书，入了阁。而我只过了第1关的秋闱，甚至还是末闱取进，碌碌一生至今。今日那孩子在祠堂里辩我的时候，那眼神那气势，跟你父亲当年一模一样，烈但不狂，争但不乱。明德，你厌恶他是因为那孩子出生之日，文月和卢氏都去了，可如今一看，又何尝不是他们为了这孩子出生，舍了自己的命呢？明德，他是你亲儿子，不是外人，不要把他越推越远了。那个孽子要赢了，不可能！大逆不道，提剑逼父，目无尊长，逆生换命的孽子灾星，这种人只会是祸害，疑惑家族的大害。官人，妾身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既然族叔已经决定还给他，那咱们拦不住，但这产业到了他手里，就真的归他了吗？你什么意思？他尚未弱冠，契书过名之后，按规矩过了名，还是要收回族中代管的。到时候我们走走关系，把那契书拿出来，人不知鬼不觉过个名，他又能怎么办？可过到我名下，会不会太明显了？那孽子不会善罢甘休的。官人糊涂啊，过到你名下当然不行，但如果先过到守城名下，到时候对外就说这是你父亲留给守城的，那孽子还能说什么？总比给那个孽子好，就这么办。族长，二伯。魏逆生，这是你祖父留给长房的产业，良田300亩，地契在此，铺面5间，户契在此，还有前10年间的入库盈利，共计5600两，刨除族中管理，扣除修缮祠堂、救济贫困的开销，剩5000两整。你点点。孽子，这都是你想要的，拿稳了，别回头又哭穷。多谢族长。魏伯，你现在就去京都府学、县衙、乡贤祠3处，将长房所有田产契书
尽数录了副本，呈递备案。这孩子心思竟如此细腻。你这是什么意思？官人，他这是做什么？他搞这一手，日后若要买卖，但凡涉及他长房一草一木，都必须过他这一关。孽子若不应，三府备案，关押不敢画押，买主不敢接手，你我更改不了名字。那成儿原本打算把产业过给成儿的计划，岂不是彻底泡汤了？魏伯，快去快回，我在这儿等你。那些契书现在已经是那孽子的，我有什么资格和名义拦？好，你厉害，你算无一策。如今一切事情已了，既然已经分宗，你也拿回你自己的东西了。刚好如今族叔在此，我也做个见证。从今往后，我京都巨鹿卫氏再无你魏逆生。他终究还是把这个孩子退走了。你不是早就想走吗？走啊！你现在就给我滚，不准再回来！多谢抬爱，日后我也不会以你一脉自称。未来我就是京都卫氏，我的家族当由我而行。5000两听起来很多，可这里是京都大周的首都，一间像样的院子，少说也要上万两，总不能把钱都砸在房子上。公子，咱们其实不用为住房发愁。啊，老奴说过了，你不用走寒门路子。别忘了，老爷当年可是入阁兼户部尚书。老爷入阁任户部尚书那些年，可不止魏府一处房产。魏伯，这是什么意思？当年老爷官居户部尚书，又是阁臣，想求他办事的官人富商多了去了，可金银珠宝老爷不收，田产地契老爷也不要，但有些东西推不掉，也不好硬推。房产？对喽，有人摸准了老爷的脾气，不直接送给他，借着大公子刚过秋位，重得举人，有人便上门大庭广众就说是给大公子贺喜的。老爷当时再清正，也不好当着众人的面把贺礼扔出去。后来呢？后来老爷退了一部分，但有一处因为不大又偏，就留了下来，而且宅子一直在大公子名下。如今按理说该归你。房子在哪儿？在皇城西门外，过桥就是。西门，以皇宫为中心，以四方四门为界。西门出去便是外城，那里住的都是小商小贩，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那确实有点偏，所以当年才得以留了下来。而且那院子多年没人打理，恐怕已经脏乱的不成样子了。脏乱怕什么？比起花钱租房子，有免费的地方住，我不嫌弃。不过，魏伯，那院子有多大？2进的小院不大，前院正房3间，厢房2间，后院还有几间小屋，总共也就10来间屋。这还不大？不愧是跟祖父从小到大的书童兼亲信，是看到过巅峰场面的男人。那我们明日先去看看。对了，魏伯，那院子多年没人住，咱们俩打扫不过来，得雇几个人。公子说的是，只是这雇人的门路，老奴不太熟。还有魏伯你不熟的？那你当年在魏府，那些人是怎么来的？公子，老奴当年跟着老爷干的都是大事，魏府的人大多是家生子，或者签了死契的，其余的更是由管家负责。不过我们现在用不起死契的，得雇短工。我也是这么想的，要去哪儿找这样的人？公子，老奴倒是有个人选推荐。谁？崔福，他只是庶出，跟崔氏不是一条心，钻营的本事不小，牙行混混跑腿他也认识。崔福这人能用，但得拿捏住。明日找他过来，先给点甜头，
再让他知道，跟着我比跟着他姐姐有前途。这种人，不怕他贪，就怕他没胆子贪。公子，这也太破旧了，要不咱们先租个干净的院子，慢慢收拾这里。不用，破旧怕什么？收拾收拾就能住人。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这屋荒废许久，是你们买下的吗？不是，晚辈正是此屋的主人。面容清秀，气度从容，行礼的姿势标准的无可挑剔，一看就是世家子弟出身。在下许礼，现任顺天府知事。顺天府知事，从八品，主管京畿地区的文书杂物，官职不高，但好歹是京官，管这些具体事务。晚辈魏逆生见过许大人。魏姓，你家是？家祖前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魏征，家父魏明远。那工部余衡司主事魏大人是你？大人口中的工部余衡司主事魏大人，是在下二伯，晚辈是长房一脉，今已分宗。等等，你的名字魏逆生，你就是那位拔剑诛恶仆的烈子？不敢当。久仰久仰，魏公子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许大人过誉了，我就住在隔壁，以后就是邻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对，我夫人做饭手艺不错，你乔迁新居，我让夫人送些过来。太客气了。今天魏公子事儿忙，我们下次再见。公子，一个从八品的知识，值得您这么客气？魏伯，话不能这么说，以后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客气一点总比结仇好。而且他是顺天府的知识，咱们日后要在这里安家落户，少不了要和顺天府打交道，说不定哪天就用得上。公子说的是我想窄了。魏伯不是想窄了，是替我操心太多了。这就是那小祖宗的新家，不过破是破了一点，但好歹也是个2进院子。崔福，魏公子，好久不见。你大哥走崔氏的关系，调回南昌府了，这事儿你知道吧？你姐姐没有帮你吗？看来是没有。魏公子，你找我到底什么事？有话直说。崔福，公子刚搬来这儿，院子要收拾，你在京都路子广帮忙雇几个靠谱的短工，按市价给钱，不亏待你。原来就这事儿，就是那这个跑腿费，放心，少不了你的。得嘞，我现在就去办。慢着，崔福，你今年多大了？快16了。16了，还打算做一辈子闲汉？你母亲是丫鬟出身，崔家不可能在你身上浪费资源。崔福，我不是有意在挖苦你，我只是想问，难道你打算就这么混下去？今天帮人跑腿挣几文钱，然后明天跟一群闲汉独房输个精光，后天再去求人？哼，魏公子，这是我的事儿，不敢劳你费心。你娘还没享过福吧？你离家后可就再也没办法接她出去了。崔福，公子看你是个可用之人，你要是只想混日子，今日这差事公子也能找别人办，但公子却没有找别人，找了你。魏公子，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给个明话。我的意思很简单，你帮我做事，不是1次2次的跑腿，是长久稳当的差事。日后我魏逆生起来了，你崔福就是跟着我起来的老人。如果是别人，我可能只当他在画饼。可面前的人从偏院弃子到自立门户，每一步都走得很稳，而且他身后还站着冯首府。我没得选，崔家没有把我当人，我是庶子，迟早要出府。那我想把母亲带出来享福啊！魏公子，你就不怕我是我姐姐的人？你是吗？魏公子，我崔福以后就跟着你了。跟着我不是一句话的事，
你得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先把人顾好，要老实能干的，要信得过的。办好了，咱们再谈以后。是，公子放心，我一定办好。老奴看来，他就是想在公子手下吃一顿长久饭罢了。魏伯，这世上有谁不是？大家的第一想法都一样，都想吃一顿长久饭。可等到那饭越来越好吃，离不开了，自然就变成了忠心耿耿。再说了，崔福在市井混了这么多年，路子广，懂规矩，这种人用好了，可比那些家生子还趁手。公子可还满意？小的别的不行，跑腿办事还是有一套的。这一套下来，统共150两。崔福，你愿不愿意以后就跟着我当个丫鬟？我原以为最多说做杂役，没想到居然是丫鬟，随从护卫，办亲信，干的也是主家隐私的事活。多谢公子抬举，小的愿为公子效犬马之劳，把事情办好就行。日后咱们家人会越来越多，你多上点心。小的一定尽心尽力。这是之前魏伯从冯府带回来的冯衍的亲笔信，应该看看了。信中无言，君可自戒吗？冯公在魏府有眼线，知道我被围攻，更知道一封信就足够威压那些族老。更直白的意思是，你说什么我都认。这是冯老给我的底气，也是他的考验。如果我扶不起，这张纸什么用都没有；但如果借势而起，这张纸就是千军万马。冯公，这份礼我魏逆生收下了。我是说，你看，公子现在是当家做主的人了，是不是该给公子找个丫鬟了？要我说，就得找个年轻水灵的，红袖提香，那才叫风雅。胡说八道！哎呦，公子才多大，你就想这些有的没的？哎呦，魏老哥，你打我干嘛？我哪儿胡说了？再过几年就5相之年了，提前准备准备怎么了？什么5相之年？好好的词，我怎么从你口中听着就这么不正经呢？崔福说的对，公子，你别听他瞎说。崔福这人没个正形，整天就想着这些歪门邪道。魏伯，我没瞎说，你年纪大了，事事亲力亲为，一个人忙不过来。而且你是我的长辈，不是仆人，这些端茶倒水的事儿不该你来做。少爷一直打心里把我当长辈看，那我也得看着。胡妹子不行。我要的女助，一要认字儿，2要长得周正，3嘛得能签死契，乖乖听话。崔福，你这不是为难我吗？这种的可不好找。王婆子，你少跟我装蒜，我还不知道你。那些宦官家眷不都在你手里吗？小声点儿，这事儿能乱说吗？放心，钱少不了你的。好的，好的，请跟我来。公子，他们都是宦官家眷，本该抽入教坊司的，有些跑了，有些被转给王婆子这样子，官行私下收留。不过他们都认字儿，懂规矩，比外面那些野路子强多了。只是户籍所限，只能签死契。你看看，有中意的没有？丁香结子芙蓉汤，不系明珠系宝刀。公子好眼力。进去，进去！福建建宁府的3条簪，我没认错吧？是，民女家乡女子出嫁前都这么簪发，只是如今回不去了。
公子好眼力，曲娘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一个。她父亲是建宁府的官人，犯了事儿，家眷充公，她一个小姑娘家顶着个饭级，没办法。就她了。哎呀，曲娘读过书的，会认字，会算账，琴棋书画都懂一些。如果没什么问题，就画押吧。曲娘，见过公子。魏老哥，没想到公子喜欢这款啊！我还以为公子喜欢那种温柔小意的，没想到……胡说什么？公子才多大，懂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哪儿胡说了？你看那姑娘眉眼，那身段，那气质，虽然高了一点，但将来肯定是个美人胚子。公子现在就放在身边，这叫培养感情，懂不懂？曲娘，你恨吗？恨过。现在呢？不恨了。那就好。晚辈见过冯公。你这字，老夫越看越喜欢，瘦劲挺拔，锋芒内敛。老夫临了几日，还是学不像。冯公过誉了，晚辈只是胡乱写的。胡乱写？那你在魏家祠堂里那番话，也是胡乱说的？正题来了。你在礼法辩论时，句句引经据典，条理清晰，你把那些族老变得哑口无言。不过老夫很好奇，你在偏院被关了10余年，是如何做到？冯老一定调查过我，这个问题答不好就是万劫不复，怎么办？冯公可读过钱塘韩愈的文章？韩成林的文章自然读过，不过跟你又有什么关系？那长黎先生有一篇送房绝序，其中有句话晚生一直记在心里：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池疾，必之于海。晚生虽然困于偏院10余年，得学不过数月，可冯公又怎么知道，自启蒙之后，晚生就真的停下了？他是在告诉我，他从启蒙后就一直在读书。外人看他是得学数月，他自己却是10年如一。世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正因我读了书，并且在读书的过程中经历挫折，经历顿挫，方才从书中得那随机应变之理。没有那10余年幽居，没有那些跪祠堂的夜晚，没有那些被人踩在泥里的日子，我就是把书背烂了，也不过是个书呆子。好一句百折不回之真心，万变不穷之妙用。你自学至此，还说自己不是神童？晚辈今日登门，主要是来感谢您的指路之恩。若不是您的提议以及那封信，晚辈走不出魏家，也拿不回长房产业。你的确应该谢我，毕竟因为这事儿，我一个治世的老东西又回到陛下眼中了。你既聪慧，我也不逼着你。今日早朝可有不少人让我这个老东西滚出京都呢。冯老的意思很直白，他因为我调动了魏明德和崔家的事被弹劾了，可他为什么说的这么轻松？他不担心吗？晚辈认为冯公并不担心。哦，为什么这么说？冯公方才写的这一句是教人做个真君子，可冯公若真是个坐如诗立如棋的真君子，今日就不会坐在这里跟我说话了。讲下去。凭冯公的身份，其实即使不帮我那父亲，他也不敢说什么，但冯公还是帮了，因为冯公知道陛下他不喜欢君子。冯公治世这段时间太安静，想做一个真正的君子，以退为进，在陛下眼中反而会适得其反。毕竟，若陛下真的需要冯公以退为进，又何须让冯公留在京都？所以充当君子，陛下会把任何事情都主动怀疑到冯公身上，而这恰恰是在我拜见冯公之前，冯公就已经意识到的。所以，晚辈才说冯公不担心，因为朝堂的弹劾，陛下必然会留中不发，而冯公借我这一事，前后得利，既解了陛下的怀疑，又了结了与我祖父的交情。原来他不只是一个有趣的孩子，更是一个可造之才。
你这孩子到底是怎么长的？冯公，晚辈可以借笔一用吗？用吧。你是说，老夫今日之举，正是这屁与侠？冯公本可做个真君子，与世无争，但冯公没有。冯公选择了帮我，选择了让自己身上沾上霞，这正是冯公的深情与真情。陛下看见这样的冯公才会放心，而这就是冯公现在最需要的东西。所以冯公帮我，我亦帮冯公。好，好一个人无癖不可与交，魏逆生，你很好，很好。冯公过誉，晚辈不敢当。不是过誉，是实话。来，接下来不谈别的，老夫还想请你这个胡乱写的，教老夫写一写这受金呢。文苑兄，你这个孙子比你当年还要厉害，而且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非要说缺点的话，就是那小子真是一点苦都不想吃啊。不过我喜欢，毕竟有才不傲，非常人。我当年要有这才情，我比你孙子狂100倍。魏伯，你觉得冯公的儿子会是什么样的人？不清楚。当年在老爷身边时，我听最多的就是冯公长子读书还行，做人还行，做官也是还行，总之就是还行。公子今日在冯府跟冯公说了什么？魏伯是在担心什么呢？不是担心什么，而是怕你太直接了。毕竟老爷曾经说过，读书人讲究委婉，讲究点到即止。你要是把心思都摆在明面上，冯公那样的人会不会觉得你太急功近利？会不会觉得你不够稳重？魏伯，祖父当时告诉你的没有错，读书人确实讲究委婉，但我没有时间委婉了。再过2年就是秋闱，也就是说我只有2年时间。科举报名需要3户保，自己、家、师。我自己和家如今都没问题，但师承这一条，我准备走冯公的路子。拜冯公？可是他已经致仕了。我知道。你不知道？公子，你可不要被眼前的事蒙蔽了啊！冯公已经做了2任首辅，我大周开国至今还没有3任首辅的先例，说不准哪天就倒下了。而他这样子的官倒下了，就代表了清算啊！这些我都明白。魏伯，明白还选他？公子，这不是开玩笑的。万一冯公……正是因为冯公年纪大了，我才选他。这话怎么说？冯公门生遍布翰林院于科道，为其耳目喉舌，可他自己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弟子。门生可以很多，但弟子只能有一个。冯公需要一个人，在他100年之后继承他的门生，他的名望，他的一切，一个能在他离世后庇护冯家的人。我还没完全懂，所以公子是想做那个人？对，冯公需要一个小阁老，但不是严世蕃，他要的是张居正。这条路风险很大，可一旦走通了，那便是通天之路。公子，你真的想清楚了？想清楚了，我需要一棵参天大树，让我能迅速成长。哪怕这棵树已经走向衰老，但只要它还在，就能替我遮风挡雨。等它倒了，我已经长成另一棵树了。公子，我不懂那些大道理，但我知道公子走的路一定是正确的，就跟当年我跟着老爷一样，我只需要跟着就行了。公子，我回来了！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公子这儿正说事儿呢。公子，我打听到了，冯公那儿子拥着呢。堂堂吏部侍郎，一听见冯公致仕后，当场就吓得主动请辞。听说当时得知消息后，冯公气得破口大骂，其就是个扶不起的平庸儿。果然和我猜的一样，冯公内心其实也很害怕呀。毕竟这个位置，在没有兵权的情况下，
退下来不是荣归故乡，而是倒台清算。可偏偏自己儿子连严世蕃都不是。这个孽子只会劝我告老还乡吗？老爷您滚！安稳，他以为想安稳就能安稳吗？这些年如履薄冰，政敌虎视眈眈，同僚表面恭敬，还有陛下那永远猜不透的心思。冯半朝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冯家现在还能安稳，是因为陛下还用得着我，需要我来平衡局面，制衡那些蠢蠢欲动的人。等我没用了，那些人就会蜂拥而上，到那时候，你还能安安稳稳地读书教子吗？混账东西啊！混账东西啊！连一个尚未几个孩子都看得明白的事，这平庸子却不明白。魏一角的危在明处，谁都看得见；而冯半亭的危在暗处，藏在那些笑脸和恭维底下。魏逆生那孩子，他看得见魏家的危，难道就看不见冯家的危吗？他看见了，所以他才敢来投靠自己。他想做我的门生？不对，不是门生。六部中都是我的门生，冲着冯半桃3个字来。等我倒了，自然树倒猢狲散。唉，我冯衍这辈子教了那么多学生，到头来竟没有一个能托付后世的人。魏逆生比我那40岁的儿子看得远得多。文月兄，你那个孙子比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人都厉害。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我能给什么，他甚至知道我比他更需要什么。冯半朝魏一角，终究还是要凑起来啊！来人，老爷，备车，明日随我去西门。别出声，那是冯公、前首辅冯衍。官人，你没有开玩笑，前首辅来找隔壁那个被赶出来的孩子？都怪你！我当初就说该去道贺，你非说省钱。现在好了，现在冯公亲自上门，我连个面都不敢露。我哪知道？而且这不是你说没有那个闲钱吗？我说你就听啊！少爷，冯公来了。公子难道能预不先知？冯公竟然真的上门了。冯公来了。不来不行啊。冯公请坐。你那天说人无癖不可与交，老夫想了很久，想问你，你的癖是什么？读书、算账、下棋、写字，还有赌。赌什么？赌命，赌运，赌一个前程。从偏院到今日，晚辈每一步都是在赌。那你觉得这一局你赌赢了没有？冯公不是已经来了吗？好，哈哈，好一个冯公不是已经来了吗？哈哈，魏逆生，你这个人，老夫收了。多谢冯公。哈哈哈哈。往后这孩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是。魏伯，明日备些礼，我们去拜师。前首辅冯衍要收魏家那个烈子为弟子，这可是可以震动整个京都的大事，恐怕明天整个京都都知道了。还没消息吗？还不快再去打听！官人别急，那孽子魏逆生才离家多久？冯公那样的人物，怎么可能让他做弟子？是不是假的？那个孽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造化？不，老爷，消息属实，冯府中门大开，京都4品以上官员大半都去了。怎么可能？那孽子分宗离家才3个月，我们原以为他落魄就会回来认错，没想到他竟然拜了冯衍为师，这叫什么事啊？老爷，这是冯府管家让小的带回来的，说是冯府收徒宴，4品以上才有资格，但老爷
毕竟是冯公未来弟子的本依附，可以月品节携家眷上府。冯府4品以上才有资格，老爷一定高兴坏了。你在笑什么？混账东西！你不会以为这是在跟我报喜吧？官人，那咱们还去吗？去，当然去。退回去就是打冯老的脸，不去以后官场怎么混？那个我恨不得从没生过的，被我赶出家门的孽子，如今要站在冯府中堂，接受满朝文武的恭贺，而我还要带着笑脸去给那个孽子捧场。快去拿清心丸来！魏家小子，学生见过秦公，无需行礼。好孩子，老夫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学生多谢秦公夸奖。哈哈哈，好，上次见你还自称小子，如今已是学生了。好，有出息，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子。守正，你愣着做什么？没想到今日是二弟。弟什么弟？逆生如今是成了你家长房，小宗继大宗，分宗单开。我平时教你的敌法就是这样子教你的吗？堂弟，为兄长喝彩。秦公，这怎么可以啊？学生羞愧，学生万万不敢当。有什么好羞愧的？礼法规矩如此。他是二房子弟，你是长房宗子，他就应该这样叫你。你受着没关系。诸位，都来看看，这位就是冯公要收的爱徒。魏文端公长房嫡孙，当年惊毁魏明远之子，当日陛下亲口夸过的烈子魏逆生。飞袍的侍郎，紫袍的尚书，翰林院的学士，6部的堂官，这些人任何一个都是我从前只能仰望的存在。我以为我会紧张惶恐，却出奇的平静。这就是权力吗？学生魏逆生，见过诸位。不卑不亢，从容有度，不错。凭什么？凭什么他配？凭什么满堂诸子都为他喝彩？父亲，我们走。走？你疯了！你师父秦燕在场，冯府满堂4品以上，你走得出去吗？吉时已到，请宾客入席，请冯公魏公子入堂。为冯公贺。拜师礼开始。一礼，正衣冠，先正其身，后学其道。2礼，净手，洗去浮躁，静心求学。3礼，拜先师，请孔子相。4礼，拜先生。这路是我在指，也是你在让我指啊。弟子魏逆生，今立誓拜入冯公博远门下，从今往后，谨遵师训，勤学不懈，修身立德，不负师恩。若违此事，天地不容。今日你拜入我门下，我只说2句话。第一，不可堕你家风。你魏家自钱塘名臣魏文征以下，世代清正，你祖父、你父亲皆是如此。你若堕了家风，便是辱没先人。第二，不可堕我师名。我冯衍一生，门生遍天下，但弟子只有你一个。你若堕了我的名头，我身后则无名。弟子必不负先生所望。当年我与文月兄
互为之交，以此玉为证。如今他的那块已经随他沉眠入地，这一块送。记住今日，从今往后，你身上担着的是你魏家的门楣，也是我冯衍的名声。弟子记住了。好孩子，今日之后，你就是冯公的正式弟子了，好好学，别辜负了冯公。学生谨记秦公告诲。审端，沈阁老到。冯公今日收徒，为何不请沈某啊？难道我没有一席之地？沈阁老既不请自来，那冯某自然有你一席之地。来人，看座。冯公致仕之后，气色果然佳好，沈某甚是羡慕。如今更是收得家徒，后继有人，那又何必留京呢？安享晚年，方为臣子之道。沈阁老说笑了，老夫这把年纪，哪里还有什么后继有人？不过是收个好孩子，聊以慰藉罢了。倒是沈阁老当年在福州府养老，何等舒服，如今不也神采奕奕地坐在朝堂之上？这老东西是在讽刺他当年把我赶出京城的事，退了就以为我奈何不了你。这就是那个列子。晚辈魏逆生见过沈阁老。不错，冯公好眼光。冯公，前些日子工部余衡司的魏主事从营善司平调余衡司，太原府的一个推官调去了南昌府，这不是什么大事，可偏偏有人说这两件事都是冯公的意思。冯公已经致仕，按理说不该再过问朝堂之事。当然，冯公30年辅弼之功，陛下恩准于情，可直达天听，过问一二也不算逾矩。只是沈某身为首辅，总要问清楚，免得外头有人说闲话，说冯公虽然致仕了，却还在遥控朝政。这话要是传出去，对冯公的名声不好啊。沈阁老说的对，可是魏明德是吏部正常的平调考核，崔家的调位也是吏部正常的任期轮换，跟老夫有什么关系？当然，沈阁老若是不信，可以去吏部查档。冯公说没有，那就是没有。沈某不过随口一问，冯公不必放在心上。来，沈某再一次恭喜冯公收得家徒，后继有人。今天的戏快要开始喽。官人，逆生如今攀上冯家，你就一直喝酒？不然呢？那聂子如今是大房的人了，与我们还有什么相干？官人，妾身方才留意到了，沈阁老进来时看了你一眼。沈阁老与冯公不和，这是朝野皆知的事，不该想的别想，安心吃宴。你让妾身不该想的别想，那妾身就说一句劝，官人也该为了守正，为了魏家的将来，也为了你自己考虑了。你说的轻巧，沈阁老是什么人？我贸然上前，不弄巧成拙吗？官人，这话可就说错了。沈阁老今日来是为了什么？沈阁老与冯公不睦，他今日说是讨杯酒喝，可谁不知道他是来看冯公的笑话的。可冯公是什么人？沈阁老就算想找茬，也不能明着来，他需要一个由头。什么由头？官人，你说这满堂宾客，谁的身份最特殊？那聂子是本场的主角，冯公是主人，还有谁？官人，逆生的本生父
是你啊。宗法上他是大房的人，可人情上他是你的儿子，这个身份，满堂上下独一份。今日这宴席，沈阁老既然来了，就不会空手而归。他若想找冯公的麻烦，最方便的路子，就是从逆生身上下手。可沈老直接针对一个晚辈不体面，但如果逆生的本师父先站出来，续一续父子情，沈阁老再接下，不就顺理成章了？你是说，沈阁老想让我去当那个油桶？官人，妾身不敢替沈阁老做主。官人若不愿意，那就算了。只是什么？只是官人想想，沈阁老想要的由头，迟早会有人给他。可到时候沈阁老记不住你的好，冯公那边也未必领你的情。可你若去了，你就是给沈阁老解了围的人。将来在朝堂上，刘侍郎替您说句话，沈阁老点个头。官人，你难道就没想过四品之事吗？我四品就是工部郎中，再上就是从三品的工部左右侍郎。官人，你还要想想守正。守正拜了秦公，可秦公是什么人？理学大家，讲究的是清贫自守，将来入仕怕是自顾不暇啊。逆生拜师冯公，我们与冯家就攀不起了。可沈阁老不一样，只要他肯点头，守正和你和魏家的前程就不是问题了。官人，你说的对，那孽子是个不顾亲情的，我确实该去给沈阁老敬杯酒。沈端有备无患，崔氏有恃无恐，魏明德为妻而不自知，这场戏要开始了。沈阁老神采依旧，下官魏明德敬仰已久。可是魏文端之子魏明德正是家父，沈阁老知道下官？如何不知？明德坐吧，莫站着。明德在工部几年了？8年了。8年，营善司、余衡司都是好地方，只是明德在这2个地方待了8年，就没想过动一动。明德，你说一个人在一个位子上坐了8年，是因为他没本事，还是因为他没人？下官是来给沈阁老敬酒的。明德这杯酒敬的是沈某，还是沈某手里这点权？不管是敬什么，这杯酒沈某喝了。你这次子如今可是冯公的高徒了，虽已过剑，但毕竟你才是生父。正所谓慈父怀旧，养育之恩为引，是吧？沈阁老这是要我一份投名状。沈阁老说的是，逆生再如何也是下官的儿子。既然如此，明德还不去跟令郎说几句？今日是他大喜的日子，你这个做父亲的该去喝一喝。沈阁老说的是，下官这就去。好戏当彩，好戏当彩呀！逆生啊，为父还习惯叫你小名，你不介意吧？为父今日来不是要扰你拜师的好日子，你过继到大房，承继香火，这是大孝，也是咱们魏家的福分。只是为父看着你长大，如今见你拜入冯公门下，心中实在欣慰。想起你幼时读书，父亲带你去祠堂得训，
你大哥守正每日陪你练字，你母亲寒冬腊月给你熬汤送医，这些想必你也记着。如今你有出息了，为父不求你什么，只怕你不能忘了自己从何处来。将来你学有所成，光耀的不只是大房的门楣，也是咱们魏氏全族的脸面。你说是也不是？说得好啊，人伦纲常，国之根本。冯公一生最重此道，门下弟子自然都是知恩报恩之人。说起来，本官倒想起一事，当年冯公在朝时最重孝道，如今冯公的高足想必也是孝悌双全之人。魏大人方才所言养育之恩，兄弟之情，这位小友，你不会让冯公失望吧？当然，本官只是随口一说，毕竟冯公教出来的弟子，自然是知礼守节的。二人没有提任何要求，但句句都在暗示我欠魏家成就是全族的。知礼守节是在说我一个治世的人，既不是官，却手握吏部人事，老不要脸是吧？逆生，说起来，你大哥守正如今也拜了秦公门下，秦公与冯公皆是理学大家，你们兄弟二人，一个师从冯公，一个师从秦公，若能时常往来，互相切磋学问，与你们二人都有进益，岂不是美事一桩？冯公，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守正那孩子虽资质平平，但胜在踏实肯学。若日后有机会向您请教一二，也是他的造化。当然，这全凭冯公意愿，下官绝不敢勉强。老师，今日是学生拜师的大喜日子，何该清清静静？不料竟还有这等丑角登台，唱了一出不知所谓的戏文，倒是扰了老师的倾听。无妨，老夫在朝40余载，什么戏不曾见过。只是说来也是巧了，当年沈阁老初入仕途，尚在翰林院熬资历时，便常在诸大臣府中屈步奉承，替人斟酒递盏，拍马溜皮，那是1等1的本事。彼时老夫只道是少年性性，年长自当收敛，而如今再观之，竟是旧病复发，药石难医也。我的名节不要了，冯衍这老匹夫竟敢当众揭我短。沈阁老，可见这知礼守节说来容易做来难，有些人嘴上挂了一辈子，到头来不过是拿它量别人，放自己身上便轻飘飘忘了。方才沈阁老抬爱，学生愧不敢当。学生初入师门，学问尚浅，不敢言孝悌双全4字。不过沈阁老方才所言孝字，晚生倒有些心得。孔子曰：孝乎为孝，有于兄弟，施于有政。可见孝悌之道，重在修身齐家，而非挂在嘴边。学生承继大房香火，此乃孝。今日拜师冯公，从名师受教，此亦孝。他日若能学有所成，报效朝廷，更是孝之至也。至于养育之恩，兄弟之情，学生铭记于心，自会在礼法允许之内尽一份心意。但若有人要晚生将私情置于宗法师道之上，晚生不敢从命，相信之师亦不会赞同。沈阁老以为呢？旧病复发，一个小辈竟敢当场质问我，我看你已然是忘本之徒。好一个忘本之徒！沈阁老，此言是否过也？哼，有何过之？过继忘父，不记兄弟之情，不是忘本之徒。沈阁老教诲，学生自然铭记之内，尽一份心意。可是，您说学生忘本，学生不认。学生敢问一句，沈阁老，学生的本究竟在何处？按宗法，学生过继大房，大房便是学生的本。按礼制，学生今日拜师冯公，冯公就是学生的本。按朝廷法度，学生他日若能出仕，君父就是学生的本。沈阁老今日所言养育之恩，兄弟之情，
是欲以私恩置于宗法师道君父之上，用私情之小本压宗法师道君父三重之大本。沈阁老，此论恐不妥当。你还给我扣上了帽子，我堂堂阁老当朝首辅，与小儿置气，传将出去，颜面何存？这逆子竟敢把当朝首辅对得说不上话。诗云：切磋者，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兄长既已拜入秦公门下，若兄长觉得秦公学问不够，要来请教恩师，那是对秦公不敬；若恩师越俎代庖，替秦公教导弟子，那是对秦公不公。二伯到底是成全兄弟之情，还是陷兄弟于不义？再者，方才二伯提及叶落归根，依学生浅见，人伦之大守在义字。我既已承袭大房，伯父便是父，大房便是家。若此时犹念念不忘本生，动辄以养育之恩四字相携，岂非教天下过继之子皆怀二心？恐非圣人立教之本，实乃乱法乱伦之端也。老师恕罪，学生失态了。何罪之有？你方才所言，字字是人伦大义，句句是礼法正庄。今日既有人要拿孝字压你，你便以礼字打止，正是正本清源，何错之有？至于旁的，不过是些陈年旧疾，发作便发作了，随他去吧。好一个利口小儿！本官入仕30载，历经2朝位列台阁，尚不敢妄言礼法2字，而你黄口孺子，拜师不过1日，便敢在满堂前辈面前摇唇鼓舌，指点江山，当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还是说不知天高地厚了？我自拜入老师门下那一刻起，身上便已打上了冯党的烙印。今日满堂诸子都是冯公门生故旧，这些人未来便是我的砥柱与根基。老师一生积攒的人脉、资源和生命，我若想接得住，此刻便绝不能露半分怯色。沈阁老息怒，学生年幼，学问浅薄，本不该在阁老面前妄言。然阁老方才问话，学生不敢不答。只是，阁老说学生忘本，学生已剖明心迹。阁老若觉得学生所言无理，尽可指教，学生洗耳恭听。但阁老若要以年幼2字，便堵了学生辩白之口。那学生斗胆问一句：圣人著书立说，可是专为年长者所设；朝廷开科取士，可是只录白发老翁。这逆子这话谁敢接啊？特别还是当朝首辅。学生启蒙时就知，礼之所在，不在年高，不在位尊，而在是非2字。阁老若觉得学生错了，请阁老明言学生错在何处，学生甘愿领受。若阁老说不出学生错在何处，只以黄口孺子4字斥责，那学生只能以为阁老是无话可说了。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曾被人这般当面顶撞？而且还是个尚未及惯的孩子。若以势压人，传出去便是首辅欺童，颜面尽失。若要据理力争，又实在找不出破绽。这孩子句句不离圣人之言，强行驳斥，便是依法作对，与圣人作对，如此进退两难。沈阁老息怒，学生年幼，方才若有冒犯之处，甘愿领罚。只是学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哼，你还有何言？学生方才所言，句句出自真心，绝无半分轻慢阁老之意。阁老位列台阁，辅佐天子，学生心中只有敬重。只是学生年幼。不对，他又提年幼，又要讲什么？阁老今日来冯府赴宴，本是喜事一桩。学生不明白，阁老为何要替魏大人传话，又为何要当众质问学生孝悌2字？学生更不明白，阁老方才那句“有人给你撑腰”究竟是何意？你生你什么身份，也配质问阁老？阁老是当朝首辅，若对学生有不满，尽管明言，学生自当改过。可阁老方才那句话，却将矛头指向了学生的恩师。学生斗胆问一句：恩师今日设宴，诚心待客，阁老却要在宴上生事，这是为客之道吗？恩师从未在学生面前说过阁老半句不是，阁老却当着满堂宾客暗示恩师给弟子撑腰，与朝廷首辅作对，这是君子之行吗？魏逆生竟敢拐着弯骂当朝首辅不是君子，不懂礼数，他竟有这种气力。
阁老与学生今日初次相见，本当把酒言欢，共贺喜事。可阁老一开口，便是句句试探，字字诛心。学生斗胆问一句：阁老这是何意？庶子，庶子啊！转眼之间便将局面扳住，不仅让沈端下不来台，更是镇住了在场的门生故旧们。这弟子我没选错，逆生不得无礼。沈阁老是客，你是主，哪有让客人下不来台的道理？冯公好手段，收出这么一个伶牙俐齿的好弟子。沈阁老何必动怒？阁老难道还要跟一个孩子计较？传出去不怕人笑话？再说了，逆生方才所言句句在理。阁老若是因理亏恼怒，那便是恼圣人之言，恼礼法之正了。阁老是朝廷重臣，该不会如此吧？走就是恼羞成怒，以势压人；留便是承认我方才理亏，被一个孩子驳倒。沈阁老，学生年幼无知，方才若有冒犯，学生这杯酒给您赔不是了。望阁老大人大量，莫要与学生一般见识。以退为进，将了我一军。如果还不依不饶，便是心胸狭窄，与孩童计较。好，好，好，冯公，你这弟子日后前程不可限量。我沈端今日算是见识了。沈阁老，这就要走？公务繁忙，不敢久留。沈阁老日理万机，老夫也不敢强留。只是这冯府宴会是老夫收徒之宴，阁老身为长辈，又是当朝首辅，我这新收的弟子，阁老就不给份见面礼吗？我今日本就是来搅局的，哪里备了什么礼物？冯公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收徒宴上若空手而去，于理不合，于情不通，传出去便是沈阁老气量狭小，与孩童计较，进退两难，又是进退两难。呵呵，阁老不必为难，老夫不过是随口一提，阁老若是不便，也罢了。不便是在说我沈端堂堂首辅，连份见面礼都拿不出来，寒酸至此，还谈何体面？冯公说的是，我沈端既来赴宴，岂有空手之理？你方才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才思敏捷，老夫甚是欣赏。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此句出自《世说新语》，明着是夸我年幼聪慧，实则说如今再伶牙俐齿，长大了也未必有什么出息。沈阁老，此句不妥吧？似总角之童，受恶语。沈端，你当为大恶者。冯公今日收徒，阁老居然如此，明日我上书陛下。沈阁老，此举过了。秦燕平生最重礼法教化，之前算是冯沈两党恩怨，他没说话。如今沈端恶毒诅咒逆生，他倒是坐不住。沈阁老，今日是冯公收徒之喜，不以长辈之礼勉励后进，反倒以这八字讥讽之语相赠，这是长者对待晚辈的道理吗？老夫得陛下降恩，居国子监司宴，掌天下教化，平日训导诸位学生，首重厚德二字。如今阁老之举，于理不合，于德有亏，老夫若不言，便是失职。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大学校长，秦老确实是一位好老师。秦司业好大的威风，我送这八字不过是勉励之意，何来讥讽之说？国子监的司业管的是太学生，管不到我头上吧？老夫官位卑微，自然管不到阁老。阁老送那8个字，满堂宾客都看在眼里，是勉励还是讥讽？公道自在人心。说难听一点，若有人当众送阁老之子，小时了了，大未必佳，8个字，阁老以为如何？我倒是忘了，
你们这些理学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拿着圣贤的招牌，满口仁义道德，实则不过是沽名钓誉，标榜清流罢了。老夫的确不过是个四品司业，既无阁老的权柄，也无阁老的威势。好一个秦思业，我倒是小看了你。我堂堂首辅，今日先是被一个学生驳得哑口无言，现在要还退，那这半个首辅不是白做了吗？哈哈哈哈！秦思业既然提到天下表率，我倒要请教请教。身为理学大家，平日里高谈阔论，开口闭口存天理，灭人欲。可你那些门生弟子，哪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往吏部钻？哪一个不是巴望着门路？依我看，你这理学大家的招牌，也不过是块遮羞布罢了。不仅骂秦燕，连他的门生弟子一并羞辱，更是将他毕生所学、毕生所守的理学之道，全都踩在脚下。不好，逆生，快退下！一母闭也！古稀老人，全无首辅。老子好好跟你说话，你听不懂人话是吗？给我扣帽子，说我沽名钓誉，说我的招牌是遮羞布。老子当年随先帝打契丹，出使草原，什么场面没见过？老子在塞外跟契丹人谈判的时候，你沈端连秋闱都没有考过呢。讲道理说不通，那就出来单挑，来单挑啊！你秦燕，你疯了！说我沽名钓誉，我疯了，我清醒得很。你不是说我是遮羞布吗？来，老子让你看看我这遮羞布底下是什么，让你看看老子的理大不大。使不得，使不得呀！沈端，老子我要杀了你！老子在国子监教了10年书，门生遍天下，哪一个不是凭本事考出来的？你敢说他们是钻营？你敢说他们是巴结？你给老子站住！疯了，简直是疯了！沈阁老，请留步。留步？留什么？没看见那老东西疯了吗？秦思业仗义直言，学生感激不尽。思业方才所表演的讲道理，学生铭记于心，不必多礼。算他沈端跑得快。沈阁老，方才阁老送学生8个字，学生还未回礼，怎敢让阁老空手而归？学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阁老。陈伟说孔文君小时寥寥，大未必佳。孔文君反问想君小时，必得寥寥。意思是说，臣弟如今这般平庸，想必小时候也聪明不到哪儿去。沈阁老送学生这8个字，学生不敢不领。只是学生斗胆问一句，阁老送这8个字，是希望学生小时寥寥，大未必佳呢，还是阁老在说自己？妙啊！若沈端说这8个字是祝福，那是诅咒人家孩子没出息；可若说这8个字是预言，那沈端你自己又是什么成色？堂堂首辅送一个10岁孩子这种话，阁老方才那8个字，学生收下，学生也送阁老8个字，全当回礼。恩师，弟子斗胆借笔墨一用。沈阁老，今日多有冒犯，无以为歉，这幅字算作赔礼，还请阁老笑纳。弃小易营，录止于此。你弃小易营是说沈端心胸狭窄，一点小事就沉不住气，堂堂首辅跟一个10岁孩子较劲，格局太小。录止于此，与方才那幅字遥相呼应，却又更进一层。身为首辅，却处处与孩童计较，如此气量，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阁老方才说学生是利口小儿，学生认了。只是阁老既是当朝首辅，与学生一个利口小儿计较这事，不知究竟是学生的口利，还是阁老的心小。阁老慢走，今日厚此，学生铭记于心。他日若有寸进，必不忘阁老今日教。自我分宗那日起，我魏逆生便是京都魏氏之子弟，二国的魏氏，我攀不起。日后莫再提什么一家之脸面，既已改换门庭，便好自为之。
冯公保重，下官携家眷先行离开了。子夜，你这脾气10几年了，还是没改。这种人不揍他一顿，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威武不能屈。是，秦子夜说的是。秦公威武，学生今日算是开了眼界了。小公子莫要笑话老夫，老夫就是这脾气，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就喜欢用拳头讲。秦公是真性情，学生敬佩还来不及，怎敢笑话？既然敬佩，那老夫就承这个情。刚好堂上笔墨有余，你魏逆生不应作一词祝宴幸吗？你这个家伙看我做什么？当初在秦子夜的收徒宴上，你能尽兴一词，如今到了自己的宴上，反倒怯场了，不成？不成？正是，魏小公子方才舌战沈阁老，何等风采！如今写一首词，倒扭捏起来了。秦四爷都开口了，小公子可不能推辞。既如此，学生恭敬不如从命。这是要在屏风上直接题写，魏小公子好大的气魄！此时此刻，最符合场景的词，自然是“这孤天，西都祖，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吩咐，语疏狂。曾批给予知风劝，垒上流云借乐章。诗万首，9000觞，几曾障眼看侯王。玉楼今客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吩咐与疏狂。好啊，好啊，诗万首9000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今客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好词啊，好词啊！每一句都值得细品，每一字都经得起推敲。好一句，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吩咐与疏狂。便是钱塘孟郊登科后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亦不过尔尔”。好啊，这便是我的弟子，不卑不亢。该争寸步不让，该退恰到好处，该出手一鸣惊人。小孩子家不过一时义气，子夜莫要捧杀了他。一时义气，风眼，你少来这套。真是一时义气，那这屏风送我吧。不行，风眼，你莫要忘了。世宗朝随军出征任随行官那阵儿，是谁在你身边安慰你？你帐中愁得睡不着，又是谁陪你熬了一宿又一宿？秦子夜，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当初可是魏征同时安慰我们2个人，你倒好，一把年纪了还揽功劳，硬要说当年的话，你大腿骑马磨破了皮，疼得嗷嗷直叫。嘴上还说什么文人风骨不能叫苦，还不是我给你上的药。你忘了？那是2回事儿。再说你给我擦药，我还给你讲过经来。你忘了你行军路上读不懂兵书，是谁一字一句替你讲解的？你讲的那也叫兵书，硬讲成玄学，害我好几天摸不着头脑。到底还是魏征看不下去，重新替我讲了一遍。你风眼，做人不能忘本。当年你在帐中哭鼻子的时候，我哭鼻子。秦子夜，那你说说，是谁过独木桥时怕得抱住马脖子不松手，被先帝足足笑了整整3年？2位当世大儒，一位首辅，一位理学大人，竟像2个老小孩，当着满堂宾客互相揭短拆老底，桩桩件件都是陈年秋事。
偏偏二人说起来眉飞色舞，丝毫不觉得丢人。好，你冯衍厉害。那你说说，当年你在翰林院是谁替你改的奏章？那篇《论编幻术》，没我润墨，能入得了世宗皇帝的眼？润色？你那叫润色？你把我的当以守为主，以战为辅改成了当以德怀之，以礼化之，害得我被世宗皇帝叫去问话，问我是不是想让他学汉元帝。你知道我上了多少本书才解释清楚吗？反正冯衍，我不管，这屏风你不给，我就天天来你府上蹭饭。子夜要来蹭饭，老夫欢迎，但这屏风不行。好了好了，子夜若喜欢这首词，回头让逆生再写一幅与你便是。这屏风是老夫收徒的见证，另有用处，岂能送你？哼，小气！堂堂吏部天官，连个屏风都舍不得。秦公若是喜欢，学生改日登门，专为秦公写一幅长卷，如何？哼，这还差不多。不过你这字虽好，受金体锋芒太露，容易伤了自己，日后要学着藏锋。学生谨记秦公告诲。今日你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当在场之人皆是冯府门生的时候，你心里清楚，满堂诸此都是老夫的人，在他们面前你不能输，也输不起。因为逆生代表着的是老师，今日若退了半步，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面，更是老师的体面。你觉得沈端此人如何？堂堂首辅却亲自下场与我争辩，失了气度，乱了方寸。难道你就不锋芒外露吗？你今日确实变得好，引经据典，条理分明，但你仔细想想，你比他强的不过是变字罢了。你今日最大的优势是你尚未及惯的年纪，而他是当朝首辅，他跟你计较，是他失了体面。你跟他争辩，是童言无忌，这是你今日立于不败之地的护身符。可你想过没？未来你登上朝堂，到那时候你的年纪还有什么优势？没有人会让着你。到那时候，你说的再有理，可决定一切的依旧是陛下一人。沈端今日在你面前狼狈不堪，不是因为他说不过你，而是因为他放不下身段，跟一个晚辈计较。可到了朝堂上，他不会再给你这样的机会。到那时候，你面对的是一个当了30年官，历经2朝，在陛下面前说得上话的首辅。你觉得你还能像今日这样，几句话就把他驳得哑口无言吗？请老师教我。要不是你人情世故方面还稍显稚嫩，老夫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怀疑你是不是那生而知之。坐吧，我今日留你下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些。逆生，你要记住，朝堂的博弈中，最危险的对手，不是那些锋芒外露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是那种让你感到异常舒适、逻辑完美闭环、杂音全消的人。你今日看沈端，觉得他好气无度，毫无章法，所以你轻视他。但你要知道，他能坐到首辅的位置上，靠的不是在宴会上跟小孩子吵架的本事，他能在朝堂上屹立，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过人之处。逆生，你想想看，一个人在朝堂上跟你说的话句句在理，做的件事是为你着想，逻辑完美无缺，你挑不出任何毛病，甚至无法判断这人是好人、坏人还是蠢人。可等到你回过神来，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他设好的局里，所有的路都被他堵死了，所有的选择都只剩他留给你的那一条。到那时候，你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所以，告诉我，逆生，今天的审端可让你舒服吗？老夫给你讲个故事。汉末时，诸葛武侯第4次北伐撤军，撤军的时候，沿途不舍混乱的痕迹，诱敌深入。魏将张合率军追击，到了半路顾后有伏军，便起打草惊蛇之计，派小股部队反复喊杀冲锋，主动打草，试探有没有伏兵。可蜀军呢？蜀军藏在木门道的高处，岿然不动，任凭张合的人怎么喊，他们就是不动，以极致的静默制造了此处无蛇的终极幻觉。你猜张合怎么想？他一定会想，我派了这么多人试探，都没有反应，那就说明真的没有伏兵。没错，张合陷入了逻辑陷阱，无反应等于无伏兵，于是他率精骑全速入，追入木门道。可接下来等待着他的是万弩齐发，一代名将就此殒命。逆生，你知道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吗？这是打草惊蛇的反向极致。真正高明的猎手，不是急着出手的人，而是能在暗处一动不动，等你走进陷阱才出手的人。逆生，受教了。你能明白就好。老夫今日说这些，不是要你以后缩手缩脚，而是担心你觉得自己今日辩赢了审端，就以为朝堂上也不过如此了。老师方才所言，学生铭记在心。只是学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老师。你说。老师，审端毫无章法，这是学生今日亲眼所见。可老师又说他能做到首辅的位置上，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那审端其人，究竟是真无能，还是假糊涂？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就凭单单审端今日所做之事，你的判断就没有错。但审端这家伙能被陛下端起来，自然有他的强处。这种人最擅长的不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是借势媚上。借势媚上，逆生，你想想看。他今日来冯府，真的是为了给魏明德撑腰，为了羞辱你一个孩子，为了跟老夫过不去？我告诉你，都不是。他是来做给陛下看的。做给陛下看？没错。你当他是真的沉不住气，他是在演。他要让陛下知道，他审端不畏权贵，敢作敢为。这种人最擅长的就是把每一件事都变成自己的政绩。所以逆生，你要记住，他审端今日在你面前狼狈不堪，不代表真的无能，他是在用他的狼狈换取陛下对他的信任。逆生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审端的好气无度，不是因为他没有章法，而是因为他的章法就是好气无度本身。他需要让陛下看到他在做事，看到他在咬人。至于咬的是谁，咬的对不对，咬的好看不好看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咬了，而陛下知道他咬了。好，说得好，你这孩子悟性果然不差。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请老师明示。他沈端会演，老夫就不会演吗？他要用今日之势邀功，老夫就不能用今日之势反击吗？医生，老夫跟你说，沈端现在必然已经在写奏折了。这么快？快。他这种人做事从来不慢，你信不信？他现在正坐在书房里润色奏折，准备明天一早递上去。他会在奏折里写逢衍宴客，结党营私，妄议朝政，还会写秦宴咆哮，目无朝廷，那两拳添油加醋的写进去，说什么国子监司业当众行凶，斯文扫地，说什么冯衍纵容门生，藐视朝廷。他要用今日之事，在陛下面前给老夫上眼药，甚至于让陛下下旨斥你，直接毁你未来前途。那老师打算如何应对？所以老夫才留你下来。逆生，我会给你奏本，你回去之后也写一篇奏书。我写上书？没错，而且你这篇上书里一定要只写一件事。什么事？以生父不爱，长房无亲，任陛下为君父。我想到过老师会反击，但真的没想到这么狠。沈端要告状，老夫就让他告。之前饶我那么多事儿，我冯衍也不是吃素的。能忍惊扰者，方为真正恐惧者。学生明白了，回去便写。不需要你写多好看，多精彩，不忘主题即可。到时候我自会提醒你修改。是。当然，我也不会让你白写。你的那首词，我会献给陛下。献给陛下？一生，当今陛下好慈父。不妥啊，老师。虽然可得陛下厚爱，可这首词是学生给老师的礼物啊。哦，只怕陛下横刀夺爱啊。还是不对，奏本是要递到御前的，是要让天子过目的，一字之差便是天壤之别，所以不能写错一个字，不能有半分行差踏错，而且必须让人眼前一亮。公子，水凉了。曲娘，你觉得什么最感人？笔笔斟酌，不如直言不讳，字字带心。笔笔斟酌，不如直言不讳，字字带心。亦或者，公子不闻前晋李密上奏给晋武帝之陈情上表。陈情表，李密为祖母辞官，字字泣血，句句带泪，不需要斟酌，不需要算计，因为他本身就是真心。我不应该站在官员的角度，而应该站在自己的角度，一个尚未及惯的孩子的角度，不需要斟酌，不需要修饰，只需要真。曲娘，幸亏你的点破。公子折煞奴婢了，奴婢不过是随口一说，当不得公子如此。当得，你说的对。冯公不在吗？怎么是你呀，魏逆生？你还记得我？书堂，你坐着，我站着，你看书，我看你。不对，我找东西。等等，你不会忘记我了吧？我记得你啊，夫娘。你笑起来更好看了。谢谢。
你长得好看是你不对，你长得好看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爱看，所以一半是你的错，一半是我的错。我今天穿的比起舒唐时好看不？好看。你怎么会在冯府？是随家人一起来的吗？逆生这孩子生得太好，不会把我的心头肉拐走吧？我不是把他送到宫里陪鲁阳公主学礼仪了吗？怎么突然跑回来了？福娘，阿公，福娘好想你呀！我的福娘，你怎么回来了？福娘听说阿公收了一个弟子，就让婆子带福娘回来了。阿公，她好好看哦。完了，老师，医生，这是老夫的小孙女冯淑，小名福娘。冯姑娘好。你好呀。不好，此子欲夺我小白菜。阿公，福娘有话跟你说。什么话？阿公平时不让福儿见其他郎君，不是说会为福儿挑一个有才学、生得好看、有前途的郎君吗？是说过。如果这个的话，福娘没有意见。阿公，他会不会嫌福娘胖呀？福娘比鲁阳胖一点点，就一点点。他敢！他要敢嫌弃我的小福娘，阿公直接把他插地里当人参。老师，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子的。怎么，难不成老夫还能诓你不成？医生啊，正因为你聪明早慧，所以你才更需要知道，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以顽强的毅力去坚持。公报私仇。学生明白了，为了成为未来大周最强刀枪炮，这一点苦不算什么。刀枪炮，就是栋梁之才。我原本担心逆生年纪小，把握不好分寸，要么太过锋芒毕露，要么太过小心翼翼，要么言辞太过直白，失了体统。通篇没有一句废话，句句直白，字字恳切，却偏偏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这孩子天生当官的料。逆生，你觉得老夫为什么要你投悬梁？让学生知道求学之路艰难，不可懈怠。那只是一半，另一半是让你记住，无论你多有才华，无论你多聪明，都要学会低头。现在年纪是你的护身符，可到了朝堂，你的护身符永远只有一个，那就只有陛下。这一句记死在心中。是。陛下，臣不是为一己之私，实在是为朝廷体统着想。冯衍虽已致仕，却在府中大宴宾客，满朝诸子云集，这不是结党是什么？秦燕身为国子监司业，理学大家，竟在宴会上当众咆哮，口出污言，撸袖挥拳，斯文扫地。这样的人还能留在国子监教导天下士子吗？还有冯衍的弟子，仗着冯衍撑腰，竟敢在宴会上对臣出言不逊，指手画脚。陛下，臣是陛下的当朝首辅，一品大员，被一个黄口小儿当众顶撞，传出去，朝廷的威严何在？陛下的体面何在？沈端是朕一手提拔起来的，听话肯咬人，可以去压那些不好压的人。冯衍就是其中一个。朝中一半的官员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故旧，不能让他做大，所以把沈端拉起来，就是为了跟冯衍打擂台，朕来裁决，这朝堂才稳当。可这4天来，沈端的人每天上朝就逮着冯党的人弹劾，最重要的就是弹劾的事儿翻来覆去，就是宴会上那点事儿，奏折堆了半人高，朕留中不发，他们就在朝会上吵得头疼。沈清，这4日朝会就不能消停一点吗？陛下，臣不是不知道分寸，实在是冯衍欺人太甚。他至死之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府中收弟子、宴宾客、结党营私、张扬跋扈。他这是做给谁看？是做给臣看。
也是做给陛下看啊。那沈清觉得应当如何处置？陛下，臣以为此事不可不查，也不可不办。臣拟了几条处置之策，请陛下圣裁。哦，第一条，核查户部的这几名官员，若有贪墨渎职之处，严惩不贷。户部，沈端想动这块已经很久了。这一条看似公事公办，实则刀刀见骨。查不查得出贪墨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把人拉下来。第二条，秦燕身为国子监司业，在公开场合言行失当，有辱斯文，应予降职处分，调离国子监。这倒也不算意外。秦燕那天在冯府撸袖子骂娘，虽然满堂宾客看得痛快，但传出去确实不好听。沈端拿这个做文章，也算是抓住了把柄。沈端这一出手，奔的就是冯衍手中的权力。户部是块肥肉，而秦燕是面旗帜，拔了旗砍了树，冯衍那棵老树还能剩多少阴凉？第三条，着有司下旨训斥冯衍弟子魏逆生，以儆效尤。旨意一下，便是朝廷公文。一个孩子在这个年纪被皇帝下旨训斥，就是仕途尽毁，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着有司下旨训斥冯衍弟子，以儆效尤。陛下，此子虽年幼，却已能言善辩，锋芒毕露。臣在冯府宴会上亲耳所闻，全然不似10岁孩童所为，必然是冯衍教导。若不加以训斥，日后必成祸患。臣不是要重罚他，臣只是要让天下人知道，天家的威严不容冒犯。一个孩子仗着冯衍撑腰，就敢对当朝首辅指手画脚。今日是臣，明日呢？后日呢？若不早早扼住这股风气，日后朝堂之上还有规矩可言吗？沈清口中这个孩子，可是冯公的新弟子。正是。魏世子魏逆生，朕有印象。魏护名节守门风，诛杀儒主恶奴以正家法，被朕夸为了烈子。让朕训斥一个尚未籍贯的孩子，传出去不好听。陛下想要适可而止，这可不行啊！断了魏逆生的前程，就是断了冯党的未来，绝不能轻易罢手。陛下，臣知道陛下仁厚，不忍苛责。可正是因为陛下仁厚，才更该让天下人知道，天家的仁厚不是可以随意冒犯的。这个魏逆生出身客亲，生父尚在，却过继长房，不认本生。臣在冯府宴会上亲耳所闻，此子对自己的生父冷言冷语，如此不孝不义之人，毫无教养可言。若不加以训斥惩戒，日后长大了，还能指望他对朝廷忠心，对陛下尽忠吗？陛下，冯公遣人递了弟子的奏本进来，说是要惩玉兰。冯衍帮了小儿上书，拿来。冯衍，你在朝堂立足数十载，历经3朝，何等老谋深算，没想到如今竟也老眼昏花，用出帮弟子代笔写奏这低劣手段，偏偏还呈上御前。陛下，您看，这魏逆生小小年纪，无官无职，居然敢上本！闭嘴！臣本悖逆所生，落地而母亡，父曾臣如仇抽，兄视臣如赘疣。继母欲食臣肉而欠臣皮，10年风雨，不识趋庭之训，久足言习，未闻提耳之言。昔李密缠情，有祖母刘氏可依。臣今上述，但见9重宫阙巍巍，臣无父母，唯有君父。陛下，臣之君父也。如果是朝堂上任何人说“臣无父母，唯有君父”这句话，朕都不会信。可这话是一个尚未籍贯的孩子说的，一个被全家厌恶、无处可去的孩子。这个孩子朕提过，朕夸奖过。方才沈端说他毫无教养，不知孝悌，可这奏本上白纸黑字写着，他认的是朕，是君父。在你沈清侯如此不堪入目，那朕这个皇帝算什么？陛下，
沈端，你方才说魏逆生毫无教养，臣是说此子过继长房，不认本生。朕问你，你是不是在朕面前说一个尚未及冠的孩子毫无教养？朕夸他是劣子，朕金口玉言，亲口所赞。在你沈下口中，这个孩子毫无教养，不知孝悌，不堪入目，那你置朕于何地？陛下息怒，臣绝无此意，臣只是什么？你说他不认生父是不孝，可他的奏本上写的明明白白，唯有君父。他认的是谁？是朕。他称谁为父？是朕。一个尚未及冠的孩子，被全家厌弃，偏怨10年无人问津。朕不过随口夸了他一句，他便记在心里。如今受了委屈，头一个想到的是上书给朕。你管这叫不知孝悌？臣惶恐。惶恐？想我大周巍巍庙堂，朕的首府，朕的首府啊！我大周的首府，竟容不下一少年！臣知罪，臣知罪。知罪？你当真知罪？朕问你，山东诸州府的蝗灾，你可曾认真督办？宁夏镇的向党人系边，你可有切实的应对之策？辽东的契丹人虎视眈眈，你又拿出了什么章程？朕的大周四方不宁，百姓不安，你身为首辅，可曾有一日将这些事放在心头？哼，答不出吗？朕看你一心只想将我大周朝堂变成你沈端的一言堂。臣不敢，臣万死。沈端，朕今日把话说明白，此事到此为止，朕不想再听见任何人提起。臣遵旨，臣再不敢提。至于冯衍，朕会下旨着冯太傅赴朝视政。这可不是普通的致使起复，是让冯衍以元老之身参与朝政，品评政务。我费尽心机弹劾了4天，非但没有扳倒冯衍分毫，反倒让老狐狸重新回到了朝堂上。陛下，冯衍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这市政怎么？沈清觉得不妥？臣不敢。至于秦燕，朕念他年高德寿，罚俸半年，以示惩戒。当众打了我2拳的秦燕，才罚俸半年。我挨了打，受了辱，递了奏折，告了御状，到头来打人的罚了半年俸禄，弹劾的反而复了职。一场戏下来，偷鸡不成蚀把米呀！行了，起来吧，朕还有奏折要批。你回去好好想想，什么叫为臣之道。臣领旨谢恩。阁老，走不得正门，得从侧门出去。哼，本官堂堂首辅，出宫还要走侧门，这是什么道理？不是道理啊，阁老有所不知，秦四爷他带了100余名国子监弟子在午门外候着阁老呢。秦四爷说了，要等阁老出去，当面跟阁老讲道理。那老匹夫，他疯了不成？午门之外，朝廷体面之地，他敢？阁老，秦燕他什么时候讲过体面？要不咱们先委屈一回，避其锋芒。你让本官避他锋芒？秦燕那老匹夫明摆着冲我来，你以为侧门他就没派人？你可愿着我袍？阁老，我不经打的呀。太宗有寇准，仁宗有姚一，父亲世宗有冯衍、秦燕、魏征。如今朝堂无年轻力鼎之辈，30、40岁官员非冯衍门生及沈端挡入，不用沈端就得用冯衍，朕夹在中间，不过是在2棵大树之间求一个平衡罢了。朝堂之上，无人可用啊！王成，此子所言真否？回陛下，奴婢着人查访过，此子所上属中无一字为假，魏家上下视之如敝履，
冯公怜其孤苦，分宗自过，今年春才正式拜冯公为师。总之是个可怜的孩子。这奏本可是冯衍代笔？此书是那孩子在自己府中写好，次日清晨送至冯府，途中不曾停留，也不曾假手于人。冯公看过之后，原封不动递了上来。尚未及冠的孩子写出这样的奏本，放在任何朝代都是奇事，可称文昌。文昌不敢论，但奴婢听说，此子是在陛下夸奖他列子之后，方被魏家出祭，被冯公收徒。说起来，也算是沾了陛下的龙气，否则这孩子还在魏家偏院里无人问津呢。你这老奴倒是会说话。奴婢不敢。还有一事，冯公前几日送进宫来的那架屏风，上面题的词也是此子所作。这词真是魏家子所作？正是。那日冯府宴上，听说是沈阁老走后，秦四爷起哄，此子当着满堂宾客的面题于屏风之上。这孩子不怕得罪人，沈端要知了这首词，怕要气得好几天睡不着觉。这字莫非也是他所创？是，此子幼年无人管教，自己临帖，竟写出了一首字体，行宫赞不绝口，赐名寿金。笔画犀利，结构清俊，笔锋如刀，好字。朕这一朝竟出了个神童，恭喜陛下！恭喜什么？朕为君父，民子得才，自当得夸。好，君父知道了。奏本已览，词评一家，朕心甚慰。好好读书，朕等着你长大。等等，不行，再传一道口谕，朕要赏他一点东西。王公公到。身穿紫袍而不佩玉带，这是皇帝身边贴身伺候的大太监才有的品级。草民魏逆生，恭迎天使。好一个翩翩少年郎！咱家在宫里当差这些年，去过许多公侯府，见过多少世家子弟，还从未见过胜过你的。天使谬赞，草民愧不敢当。哈哈，魏小公子，你既认陛下为君父，便不用自称草民，以学生自便即可。谢陛下厚爱。这是陛下亲笔所书，赐予你的。等我长大，这不是君对臣的恩赏，这是长辈对晚辈的期许。此生必不负君父厚望。宫里几十年，咱家看过太多人在皇帝面前演戏，哭得惊天动地的有，嚎得撕心裂肺的也有，可那些都是演出来的，眼睛里没有泪，只有算计。这孩子是有真性情。陛下还有口谕，魏家子魏逆生听谕。学生恭听。朕览尔陈情启恩上君父书，字字泣血，句句由衷。朕已知之，亦已怜之。而年虽幼，志气不凡，才思敏捷，品行端方，深得朕心。而所受之委屈，君父尽知。从今往后，尔当勤学苦读，不负朕望。今赐尔乐品恩荣，特许腰悬素银鱼带，以示朕优容之宠。玉以比德，文以载道，瑞以彰国。陛下最后有几句训谕：玉虽美，必琢乃成器；木虽秀，必培乃参天。而其念朕身心，无视天资而废进修，勿因树宠而忘千计。学生魏逆生，叩谢陛下天恩。陛下厚爱，无以为报，唯有勤学苦读，修身立德。他日若得寸进，必鞠躬尽瘁，以报君父万一。魏小公子，快起来！学生谨记陛下圣训，也多谢公公一路辛苦。冯公说的不错，皇帝才是最大的护身符，而接下来，下一步便是科举。